明明是旅游旺季，景区却空无一人，而且这里虽比故宫大8倍，员工却只有3人。更奇怪的是，其中2个守城门的 NPC 还是从唐朝穿越而来。郎君，哦不，钱总您来了。今天是1号，该发工资了，这是工资条，你们先看看。2人接过工资条，一眼就看到了上面的总额：出勤30天，每人270元。你俩也知道，咱这儿效益不好，不过钱虽然不多，还是能买不少东西的。秦总可能买到些吃食？能啊，你们明天半天假，可以拿来买东西。不过你们出不去，只能在景区的超市消费。哎，这真不是我黑心啊！我虽是景区负责人，可包括工资这些规定，并不是我定的呀。原来几天前，秦瑶在上厕所时被一股神秘力量吸进了马桶，随后就来到这个平行世界，并附身在原主的身上。我靠，我怎么在这儿？法人秦瑶，我这是穿越了吗？想不到我名下居然还有一家景区。然而秦瑶没高兴多久，他就认清一个现实，原来这个景区虽然是他掏空家底打造出来的，可因为资金链断裂、位置太偏僻等原因，基本处于荒废状态。别说是赚钱，连电费都快交不起了。不是吧？几百亩的景区就我一个员工，看来要想办法把景区修缮一下，达到正常营业的程度。在这之后，秦瑶仔细查看了自己所有银行卡，结果却发现除了身上几百块现金，自己居然没任何存款。几万块都拿不出来，看来只能把景区卖掉了。我去，什么东西？人头羊身，这样看也不是不行啊。秦瑶你好，我是你的系统小羊羊，我可以帮你的景区召唤 NPC， 协助你一起经营灵山峰景区，而且工资我来发放，你只负责挑选员工就行。看来这是我的金手指到账了呀。不过 NPC 这个办法确实好，让员工穿上古人服装，和游客进行交流互动，好多景区都这么干。不过具体怎么样，还要试试才知道。本来秦瑶以为系统招来的 NPC 就是一些正常人，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些人居然是从古代招来的。就比如他想找2个守城门的 NPC， 可小羊羊当场居然给他招来了2名唐朝士兵。更夸张的是，他们还是安西都护府的守城将士。你说什么？你们是安西都护府来的？是的，郎君。我的个乖乖，我没记错的话，安西都护府是在如今的新疆吧？当年安禄山发动政变，为了保全中原的稳定，大唐从西域撤回主力，平定安史之乱。因此在之后几年间，吐蕃趁机切断了大唐与西域的联系。可就算如此，在将领郭昕的坚守下，唐军硬是在重重包围下守了这座孤城几10年，满城尽白发，死不丢陌刀，独抗50载，怎敢忘大唐？佩服佩服啊！就这样，在系统的安排下，之后的1个月，2名白发兵在景区做起了 NPC。虽然每天游客极少，但就算如此，他们还是在城门口一站就是1天，并且无时无刻他们的眼神都充满警惕，那满满的真实感远不是影视剧里能比的。直到发工资这天，秦总，那这工资能买多少吃食？这看你怎么买了。就寻常粟米的话，能买好几袋子吧。至于别的东西，你俩回去之后可以问问你们将军的意思，再决定买什么。我2人正有此意，既然如此，那我等就下职了。说完这话，2人就凭空消失了。面对这一幕，秦瑶很习以为常，因为他很清楚他们是回唐代去了。这天杀的呀，270的工资连住宿都不管，就管一顿午饭，真是资本家看了都得流泪啊。与此同时，在唐建中元年的都护府内，随着华光一闪，2人骤然出现在府邸内。在场的人见状，立马围了过来。今日如何？秦总可有说什么？将军，秦总今日并未对我2人说些什么。是啊，该说的早说完了。大唐如何，后事如何，我安西都护府又如何？该知道的早就知道了。将军，我们只在上班点才能过去，而且秦总说了，上班聊得多了是要扣工资的。不过今日秦总给我2人发了工资。说完，卢元正就把工资拿了出来。工资是什么东西，郭昕还是清楚的。虽然上班的不是他，但关于现代的种种，他早从卢元正的口中了解了不少。这就是后世的钱，居然还是纸做的，可真精美啊！将军，秦总告知我2人，明天上午即可用这钱在后市换来东西。秦总让我2人询问将军意，看要买点什么回来。这要买什么东西，本将就不多说了。明日你2人见到秦总之后，恳求秦总做主，秦总让你们换什么便换什么。对了，与秦总言说，我安西都护府孤军无援，全军上下守将缺1少时。尽管秦总已经告知我安西下场，但我安西都护府为国守边，此战不休，恳请秦总为我等考量。可惜呀，我们的东西除你2人身上的铠甲，再也带不了一点东西到后世，否则也不好叫秦总白白忙活。切记要诚心答谢，站岗要用心一些。就这样，到了第2天，2人照例出现在景区大门前。见到他俩出现了，秦瑶马上走过去。早啊，吃早饭了吗？秦总，我们俩都吃过早饭了。其实2人根本就没吃饭，因为安西缺粮，但景区管午饭，这顿饭不仅量大管饱，油水也不是唐朝能比的。所以自从上班后，他们除了这顿午饭，1天都不会吃东西。有个好消息告诉你们，昨天不是跟你们说今天可以买东西吗？所以今天上午放假，工资照算。其余时间你们可以在景区里溜达溜达，到处看看。这系统算有良心，知道给放半天假。不过我怎么觉得这是为了让人家有时间消费啊？秦总，能不能斗胆麻烦您一点事情？什么事啊？直说就行。关于买什么东西，大将军嘱咐我们多问一下秦总，毕竟这后事我们不熟悉，大将军海言多有惭愧。我当是什么？行，就交给我了，我来帮你们挑东西。
感谢秦总大恩。别这样，就这点小事不至于啊。景区占地800亩，超市却只有一个。在开门之后，两人一眼就看到了货架上的饮料。在这之前，秦瑶看他们站岗辛苦，经常给他们送饮料喝。虽然这个月喝了不少，但他们还是不由得咽了口唾沫。秦总，不妥，我请你们俩喝的，快喝吧。别舍不得了，不是买的根本带不回去，你们知道的。这饮料3块1瓶，你们买2瓶回去。这在你们那个时候，恐怕找不出这么好喝的东西了。回去之后告诉你们将军，这么好的东西当成稀世珍品卖，弄不好能卖上好价钱。还有这瓶子，把标签撕掉就是纯透明的，说不好也能卖上高价。全凭秦总做主。不过这景区超市本就服务游客的，500多块钱，总不能都买零食吧？这样吧，这里的东西不适合你们，等我一会儿，我出去一趟。就这样，大概1个小时后，秦瑶开着辆破车回来了。她买回来了糖和盐，还有些调料之类的东西。总而言之，尽可能的为白发兵们考虑。至于利润，秦瑶根本没打算赚钱，不过也不能低于市场价，要不然系统小羊羊可不让。其实买书是最合适的，不过照小羊羊的话说，所有书都不能卖，就是本小学拼音，价格也会是天价，他们根本买不起。这个就叫对讲机，你们按我说的方法用就行。电量的话，下次我找点太阳能充电板，下个月你们发工资了再买。秦总，您刚刚说这个东西百里之外可以传音，那这岂不是神器啊？对呀，没啥好激动的。我们现代社会别说百里，就算万里之外，一样可以实时通话。对了，这个是玻璃杯，还有这个，这是一次性打火机，就是火折子，是这么用的，按压就出火。这些是青霉素。就这样，500多的工资，秦瑶给他们花了个干干净净。本来上午的休息时间，他想让两人在景区转转，毕竟自两人上班以来，还没离开过城门半步。可是他俩的心思压根不在这上面。感谢秦总好意，我们打算先把这些东西送到大将军手中。小兵上阵冲锋，从不退缩，可将军却严禁他上战场，而且全城被敌人包围，所有人连饭都吃不饱。可他不仅顿顿有肉吃，甚至将军还亲自为他穿起了靴子。将军，这可使不得。无妨，你们在后市上班，咱们安西都护府就靠你们俩了。原来就在1个月前，他俩穿越到了现代，于是靠着在景区站岗赚到的270元钱，两人在老板秦瑶的帮助下，买了一堆现代商品带回了唐代。你二人为何在此？这不是上班时间吗？你们怎么跑回来了？此时不仅是郭鑫，其他将领也很惊讶，毕竟两人在现代已经上班1个月了，每天何时走何时归，所有人再清楚不过。到底出什么岔子了？难不成是你们犯了错？秦总把你们赶回来了？将军是这样的，昨日发的工资，今日放假半天，下午我等还要回去的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所以这是你们二人才买的物品？是啊，将军，神器啊！将军，此物便是神器，名为对讲机，百里之外互相通话，类似于百里传音啊。此话当真？莫开玩笑！真的，将军，这是秦总特意挑选的。哦，老君爷在上，后世竟有这般神器。此时，郭鑫激动的来回踱步，他几次伸手想接对讲机，但几次试探后还是没有下手。这神器该如何使用？将军请看，此处长按，视为开机，然后扭动此旋钮。频道1。他竟还会说话，这是何人？见状，两人赶紧解释了一下，这才打消了大家疑虑。然而，面对眼前的对讲机，郭鑫却始终不敢伸手去接。不妥，你二人熟悉这神器，还是你们来演示？本将不知，万一出错如何是好？喂！哎呀，真的有声音！老君爷在上，这竟是真的，简直难以想象啊！快到府外再试试。诺。喂，将军可曾听到？哦，本将听到了，你且进来。有了此等神器，若吐蕃再来犯我安西4镇，我等皆可迅速回援。非但如此，若是斥后有此神器，那敌军的动向，我们岂不是尽在掌握了？此时，郭鑫越说越激动，他已经等不及，想把距离拉远再试一次。然而这时，卢正元却打断了他：“将军且不急，我们还带了其他物件。”于是，在众人的目光下，卢正元又把食盐拿了出来，紧接着又是一片哗然。这居然是盐！老君爷啊，这就是后世的盐吗？竟然比白雪还要白！难以置信啊！这盐居然没一丝苦味，如此这等，怕是陛下也没吃过啊！太宗英明神武，怕也未曾见过。见状，众将们争先恐后，也都用手指沾了品尝。毫无意外，又是一片鬼哭狼嚎，甚至还有人热泪盈眶了起来。活了一辈子没吃过这样的盐，简直难以置信啊！这后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后世啊？在这之后，他们还知道一个信息，那就是这盐虽然惊艳，价格却很是低廉。光是这次他们就带来了200包，虽然不多，但在缺衣少食的安西军手里，运用好了肯定能换来大批物资。当然，除此之外，他们还有更好的东西。哦，这是水晶杯！天哪，这东西通体透明，毫无杂色，如此看来熠熠生辉，莫不是稀世珍宝啊？将军，这是玻璃杯，所谓玻璃，就是人做出来的。秦总说这东西不值钱，才2元钱一个。话音刚落，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，因为如此换算下来，这一个玻璃杯在唐代大概只需要1个铜钱。好在还是郭鑫反应足够快，不可如此换算，这是后世之物，就算是最简单的物件，也不是我们能做出的。在我看来，这比精盐还珍惜，若拿去售卖，定可解我安西燃眉之急。将军还有呢，这是13箱哦。
何为13香？此为调料，就是做膳用的。这里面是胡椒等各种香料。胡椒对大唐意味什么？所有人都再清楚不过。不夸张地说，在这个时代，胡椒是等比真金白银的硬通货，更是王公贵族的财富象征。好啊，哈哈哈！将军，这个是打火机，也就是火折子，只要这样一摁，就能直接出火。我的个老君爷，这真是神奇啊！你这是会控火了不成？就这样，在众人的欣喜加惊叹中，最后的压轴青霉素登场了。当卢元正把他介绍完，所有人更是泪眼婆娑。要知道，古代战场上兵刃相加，因外伤感染致死的士兵，甚至比直接战死的更多。而这小小的物件，居然能让伤口不再溃烂。将军，此物万万不可外流啊！是啊，将军，此物堪比救命神药，说是灵丹妙药也不为过啊。对，本将晓得，本将晓得。将军，这个叫饮料，就是直接喝的，这有何功效吗？没有功效，就是好喝。秦总言说，带回来给将军尝尝，这东西其甜无比，甚是好喝。那这东西价钱几何？3元一个。3块，大可不必，3块钱都能换来4袋精盐了，就这么喝了，属实浪费了。不过既是秦总交代的，那就罢了。将军，这瓶子虽不是玻璃做的，但也是透明的，而且秦总说了，把外面的包装纸去掉，说不定也能换上高价。对，是本将疏忽了。既是如此，那就按秦总的话做。至于尝尝就算了，这东西哪怕能为安西军换来1担粮草，那也比我吃的强。将军不必如此啊，我2人还在秦总那儿当值，以后还有工资的，这后事之物，将军不妨一试。对呀，将军，左右不过1瓶饮料，算下来2文钱而已。好了，我意已决。对了，说到上班，秦总待我等不薄，这些东西明显是用心准备，为我安西军考量。你2人切记，为秦总当值一定要尽心尽力，切莫糊弄。No。在这之后，郭昕还做了一个决定，他当场下令卢正元和郭元培以后不许随军，一切以上班为重。毕竟这1个月的工资，就让困境中的安西军看到了希望，孰轻孰重一目了然。对了，你2人一定牢记，若是有人对秦总不轨，哪怕你2人豁出性命，也不可让秦总有危险。还有，此刻郭昕俨然成了一个话痨，他对着2人一再叮嘱，直到他们要去上班了，这才算完。2人离开后，郭昕立马安排属下联系邻近部落，商讨换粮草的事宜，加上对讲机的辅助。此时，整个白发军踌躇满志，像被注入了新的活力。与此同时，在现实世界里，秦瑶却正在为景区生意发愁，因为已经连续几天景区都没开过张了。这样下去不行啊！这一上午1个人都没有。小杨洋，你之前说只有1天的营业额到了500，我才能招到新的 NPC， 是这样吗？是呢，只有营业额到了500块，你才能继续从历史中招收新的 NPC， 所以你要加油啦！只有景区的 NPC 多了，有表演有互动才热闹，热闹了才会有人到景区来。可如今我连1张票也卖不出去啊！秦瑶越想越郁闷，于是他干脆在景区溜达起来。走到城门口时，看到他垂头丧气的样子，还不等秦瑶说话，卢正元先开口了：“秦总，可是遇到什么麻烦？我2人不知能否帮衬一番？”没事，就是景区没人来。其实景区什么情况，他俩是知道的，只不过他们毕竟是古人，经营景区这种事，实在是离他们的生活太远。可惜我2人只有一些战场厮杀的本事，不足以为秦总分忧。若是叫我2人与别人厮杀，或还能帮衬1、2。厮杀就算了，现在可不是你们唐朝，在咱们这儿，别说是厮杀，打架斗殴都是不允许的。所以你俩有这个本事，我也不能叫你们这么干啊。不过。说着说着，秦瑶忽然想到了什么，只见他双目放光，一眼盯在了卢元正的佩剑上。哎，对了，你俩功夫怎么样？秦总，不知这个功夫是何物，不过我们战场厮杀的本事还是有的。实际上，卢元正和郭元培是谦虚了，身为安西军的一员，与大唐断联这些年，他们大仗小仗不知参加过多少。不夸张地说，他俩绝对算精锐中的精锐。那这样，你俩能不能比划比划？总之越真实越好，我拍点视频发网上去，看看能不能吸引游客。这不是问题，秦总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于是2人拉开了架势，卢元正抬手就把长刀抽了出来，郭元培那边也不懈怠，转瞬也是抽出了长刀。下一秒，2人便向着对方冲去。与此同时，秦瑶已经掏出手机，对着2人拍了起来。昨天他们还是为对方挡箭的生死兄弟，今天他们却因一句话竟想要杀死对方。原来在这家现代景区里，他们是扮演古人的演员，主要工作就是在城门口站岗。可只有秦瑶知道，他俩真的是从唐代穿越而来，只不过别人上班要钱，他俩上班却要命。其实秦瑶本想用手机拍下他俩打斗的场景，发到网上招揽游客，可不曾想这2人却当了真。随着刀起剑落，2人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皆是杀招。这场面着实把一旁的秦瑶吓得不轻。停！我让你俩比划比划，你们这是下死手啊！不至于啊！秦总不是要真实吗？平时战场拼杀就是如此，自然是要下死手啊！怪我，是我没说清楚，我意思是看起来真实点，但不是让你们真的厮杀。拍视频是其次，咱先得保证人身安全啊！秦总请放心，我2人心中有数，不会真的致命的。没错，顶多就是一些皮外伤罢了。不行，皮外伤也不行，总之不能受伤。我等明白了，秦总，那我们要不要继续？这次一定小心一些。不用了，这一段已经够精彩了，你们先去忙吧。No。对于这次拍的视频，秦瑶很满意，毕竟2人可是货真价实的唐朝将士，对打的那种真实感，远不是电影能比的。不行，我得开通个视频收益，万一热门了还有钱呢。
钱呢。对了，再把景区位置挂上去，还有景区门票的团购。就这样，李九宝一通瞎忙活，最后终于点了发布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投了100块的推广，虽然不多，但以景区现在的情况来说，已经是他最大的投资了。哎呀，都这么久了，怎么一个点赞也没有啊？这100块不会白花了吧？算了，还是先睡觉吧。第二天一早，卢元正和郭元培再一次出现在城门口，秦瑶也照例坐进了售票处。等他掏出手机一看，整个人都吓了一跳。昨天那条视频不仅有了1000多的点赞，评论更是多了好几百条。哎呀，看起来有点东西啊！天哪，这眼神真的绝了，真是高手在民间。有谁去过这景区？好玩吗？看着这些评论，可把秦瑶高兴坏了。他马上一条条的回复，主打能骗一个是一个。而更让他惊奇的是，团购的门票还卖出去5张。我去，可以啊，这比我在这儿做1天卖出去的还多呢。看来这短视频绝对能搞。就这样，秦瑶连玩带做的，在售票处待了一上午。虽然上午一个人没有，但刚吃过午饭，就有一辆车开了过来。这咋没人啊？就是啊，没走错吧？没错，你们看这儿写临风景区。是来玩的吧？对啊，我们在网上买的票。好，请出示下2维码。你们这景区怎么没人啊？这就我们一辆车。我们今天第1天试营业，还没宣传呢。你们是第1批游客哦，是吗？那我可得进去好好转转。于是几人检完票后，兴冲冲地冲到了景区里。然而很快他们就发现，景区大是大，但里面却极其荒凉，不仅连个人影都没有，想喝口水都没地方买。这有啥玩的？真没意思。可不是嘛，这大老远的，真是白来了。就这样，几人在溜达了一圈后，就准备打道回府。然而在出来时，刚好撞见了在城门口的秦瑶。你们这景区真没意思。就是连个工作人员都没有。试营业嘛，正式开业就好了。至于工作人员，现在正集中培训呢。你们俩是不是就是视频里的那2个人？委屈，你们这开家做工也太好了吧，还有刀砍斧削的痕迹。是啊，我经常去漫展，从没见过你们这么精良的铠甲，简直就像真的一样。面对众人的议论，卢元正和郭元培都有些紧张。自从来到后市，他们除了老板秦瑶外，还没和任何人说过话。视频里你们俩打斗真帅啊！是啊，我看视频里你俩还是一气呵成的那种，能不能再给我们表演一下？卢元正2人听到这话，都不由得看向了秦瑶。见此情形，秦瑶好似突然想到了什么。那要不你们俩试试？我去，真专业，这说话真是沉浸式体验啊！于是，随着郭元培和卢元正拉开阵势，包括秦瑶在内，所有人都把手机拿了出来。开始前，秦瑶还特地叮嘱他们，千万不能受伤。下一刻，2人的表演开始了。我勒个去！网上看见的视频，真没一点掺假，太厉害了！我刚才都趴身看着了，没白来，真没白来。就是啊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真是古代的士兵呢。那可不，我们员工都是培训过的。你们拍的视频，回头发网上啊，帮我们宣传宣传。没问题，回去就发。放心好了，我们下次还来。转瞬的时间，秦瑶送走了几名游客。虽然至此之后下午再没来其他人了，但秦瑶一点都不在意，因为相较之前，她似乎已经找到了经营景区的新思路。你俩的打斗很不错，人家就是冲你俩来的，这以后还得不时的麻烦你们了。我2人能为秦总分忧，荣幸之至。好好好，嘿嘿。高兴之余，李九宝还问系统小杨洋能不能给他们加点工资，可对方直接拒绝了。其实秦瑶倒是愿意自掏腰包的，然而系统不允许，他给的钱根本不算。看来只能从伙食上改善了，吃的喝的上边必须全得安排上。今日如何？将军，今日一如往常，不过我2人好像引来了游客。哦。就这样，卢元正把今天的事全部都告诉了郭鑫，而郭鑫听闻后也表现得很是兴奋。也就是说，你俩打斗能为秦总吸引来游玩的人。好，好，好，那以后再有人来，你俩一定不要懈怠，切莫留手，将你2人的本领全拿出来。对了，你2人还有多久发工资？28天。对。其实自从上次他们用工资买回了现代物品后，每天郭鑫都会问一遍这个问题。要知道，上次带来的那些东西，不管是盐也好，还是香料也好，都让附近的几个部族趋之若鹜。这些物品不仅卖出了高价，甚至还换回来一些马匹。对了，还有这对讲机，秦总谦逊了。这对讲机何止100里啊，这150里开外一样可用。唯一就是你们说的，这电量是会用完的。将军放心，秦总说了，电量的问题下个月发工资了就能解决。嘿嘿。好，好，好。到了第2天，2人照例出现在城门前。秦瑶正想跟他们打招呼，突然就见到一辆车正在驶来。他走近一看，才发现是1男3女4个人，而且那个男的昨天刚来过。哈哈，我又来了，给我来4张票。好嘞，走吧，到售票处给你。我其实是个摄影师，今天想带几个客户来拍照，可以吧？可以啊，随便拍，你拍到下班我也没意见。其实一般来说，很多景区是禁止专业拍摄的，但秦瑶不一样，他巴不得每天有人来拍照，毕竟几天前他还1张票都卖不出去呢。这景区刚开的，啥都没弄好，不过拍
拍照很合适。我跟你们说，这哥俩牛得很。你们看我发的视频，点赞都过千了，拍的就是他俩。哇哦！在一番诉说下，三个女孩子好奇地靠近打量起二人来，但从始至终，两人都像石头一般纹丝不动。看到没？这就叫专业。听到摄影师的话，秦瑶突然想到自己昨天也发视频了。她打开手机一看，果然不仅昨天视频的点赞不少，前天发的更是都5000赞了。这么多评论，不行，我得赶紧回复一下，这可都是潜在的游客呀。在这之后，景区又迎来一波游客，直到中午前已经卖出去了6张票。秦瑶兴奋之余，便和卢正元聊了起来。看见游客，你俩是不是笑不出来？是我二人不是，我二人多多练习，定然不叫秦总失望。没事没事，毕竟是军卒，而且是看门的职责，本来就不苟言笑的。我二人能改。不用，我看啊，下次再有人要从大门进去，你俩就跟唐朝一样，要求他们出示通关文牒，就是咱们景区的门票，行不行？实际上，秦瑶这么做是有原因的。要知道，他们哪怕没人在的时候，在城门也一站就是1天，而且系统要求还不可以安排他们其他工作，所以做点其他的事，算是上班开小差了。就这样，在之后的几天里，随着网络的传播，加上景区的表演，游客也越来越多，最多时竟然有几十个人来游玩。也因此，在7、8天之后，系统小羊羊再次出现了。这次是景区 NPC 安保人员，你来选一下让谁来吧。他明明是个太监，权力却比皇帝大，百官的奏折他先批，皇帝的后宫他先用，就连世人见到他都得喊他一声9000岁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个权倾朝野的宦官，却在现代做起了保安队长，更重要的是工资才200块。秦总早，咱家给您请安了。早，叫兄弟们开工吧。原来这个景区的演员 NPC 全是从古代穿越而来。于是，自从唐代招来2名守城将士后，秦瑶在系统小羊的安排下，决定再为景区招一批保安。不是吧？安保员也是1个月270，看来小羊还是一如既往的黑呀。下面这些是可选安保人员的名单，你可以先简单的看一遍。紧接着，名单出现在面板上，其中每一列为一组，从上到下有好几列，也就是说，秦瑶要是选中哪列，那直接就是一组人。时间：唐太宗贞观21年。身份：陇西郡士族，共16人。哎呦，这个还行啊。下面这个：宋徽宗政和元年，西城廓田所氏族。我去，这不是宋朝的敛财机构吗？据我所知，他们可是梁山起义的导火索。不行，总不能让他们来敲诈游客吧？还是再看看别的。不是吧？东汉的黄巾军怎么都出来了？不得不说，小羊羊给出的名单是真多。除了这些，还有魏武卒和戚家军等。然而，正当他犹豫选哪个呢，突然一行信息蹦了出来。我去！魏忠贤，公元1627年，明祺宗天启7年，司礼秉笔太监及锦衣卫百户等，共8人。看着面板上的信息，秦瑶整个人愣住了。毕竟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历史上有名的人物。魏忠贤加锦衣卫，好家伙，这配置简直绝了呀！穿飞鱼服的安保员，想想都刺激。此刻，秦瑶已经拿定主意，这次就选魏忠贤了。毕竟作为历史上有名的9000岁，工作能力肯定是没问题的。这样的话，自己也能少操心一些。不过他还想到一个问题：魏忠贤是弄权宦官，名声是有些不太好，但应该也没关系。小羊羊说了，我虽然没有加工资的权限，但却有开除的权限。他不老实，我就把他们全送回去。其实秦瑶完全是多虑了，要知道这可是现代，对历史上任何一个古人来说，能穿越来那都是天大的机缘，更何况还有工资，能买到各种物品。这魏忠贤拿到工资，大概率会回到明朝搞事情，甚至依托现代之变，取而代之也不是没有可能。不过我倒觉得他真这么干那也不错，毕竟朱由校一个屁，大明也就快要完蛋了，落在魏忠贤手里也好过后来啊。就这样，秦瑶确定了之后，系统小羊羊便消失了。他很清楚，剩下的事就不需要他操心了。到了明天，一准能看见这锦衣卫和魏忠贤。对了，我得找下资料打印出来，省得他们跟卢正元一样来了问这问那的。与此同时，在大明的熹宗天启7年，魏忠贤正在卧榻上喝茶，突然，系统小羊羊就出现在他面前。妈呀，什么东西？魏公公你好，我是系统小羊羊。就这样，听完系统的解释后，魏忠贤眼中的惊愕逐渐被激动所取代。其实被选中时，对方是可以选择不去的，但后世的吸引实在太大，基本没人会拒绝。来人，秦岁请吩咐，将这名单上的锦衣卫全给咱家喊过来。是。关于名单上的人，其实魏忠贤根本不认得他们，但现在不一样了。从知道来龙去脉那一刻，这些名字就刻在了他脑海里。锦衣卫百户周英秋，是我。千岁巡演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你是邱新之，是我。别喝了，千岁巡演。东厂效率极高，没过一会儿，7名锦衣卫就出现在魏忠贤面前。此刻他们还没意识到自己将颠覆整个大明。本公公叫你们前来，你们应对清楚为何了吧？即日起，你们7人就留在府内，明日一早就随我动身。是。关于这7人，魏忠贤并不知他们为何被选中，但他很清楚，自己唯一要做的就是把他们握在手心里才行。对了，说要什么工作服，快把本公公的官服拿来。另外为那7人，给他们换身干净的锦衣卫服饰，再替他们把绣穿刀配上。做完这些准备后，魏忠贤和锦衣卫们一夜未眠，好不容易熬到天亮，随着华光闪过，他们终于出现在一个城门前。
莫慌，都到咱家跟前来。听到这话，锦衣卫们连忙围了过来。也就是在此时，随着光芒闪过，卢元正和郭元培也出现了。见到面前的锦衣卫，两人瞬间就炸了毛。只见他俩一步后退，就把长刀拔了出来。你等是何人？你们是不是游客？不要轻举妄动，本公公乃是大明寺李秉笔太监魏忠贤，尔等又是何人？我二人乃是大唐安西都护府居士，你们是新人吧？是不是来上班的？尽管卢元正和郭元培是唐朝人，但上班1个多月来，他们该知道的都知道了，尤其是这历史朝代变迁，因此猜到锦衣卫是同事后，他们二人也松了警惕。然而对面的一行人却恰恰相反。不说，眼下已是大明的天下，唐朝距我大明差了好几百年，哪儿来的唐朝人？你们先别说话，敢问两位难道也是景区的 NPC？ 没错，我二人负责看守城门。哦，嗨，快收刀收刀，是自己人。你们不必紧张，这是现代，没有你们或我们那个时候凶险。魏忠贤见过两位先贤，没想到今日竟然有幸能遇见大唐人的面。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，三言两语间，两伙人很快就聊开了。没一会儿，城门前就发出各种不可思议的声音和一阵阵的赞叹。秦总一会儿就会过来，你们也知道了不少东西了吧？还有，上班就要好好上班，外面那些是汽车，是秦总的坐骑，真羡慕你们啊！我们是守城门的，虽然来得早，但不能乱跑，还是你们好，安保还能随便搂打。就这样，一行人聊得火热，同时他们又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恍惚感。更让卢元正羡慕的是，魏忠贤有8个人，这得拿多少的工资啊！最后，在他们打成一片的时候，秦瑶终于出现了。魏忠贤。这就是秦总，你们事情秦总会安排，我二人还有2分钟就上班了，再闲聊会扣工资的，你们快去见过秦总吧。好，好，好，那咱们赶紧过去。是9000岁吧？哎呦，秦总抬举咱家了。在大明，魏忠贤是万人之上的9000岁，谁都不敢对他不敬畏。但在秦瑶这里，他只是名普通员工。对于这点，双方都很清楚。于是两人寒暄几句，马上就步入了正题。是这样，你们上午的时间可以来熟悉工作，到下午就是正式上班了。上班的时候，工作是不能懈怠的，做与工作无关的事都有可能被扣工资。顿了顿，秦瑶又掏出一叠资料来，这是他昨天连夜准备的。你们古代过来，一开始想知道什么，这里边应该全都有，个别的下班后可以问我，你们先互相传阅一下，看完之后我再带你们了解下工作内容。就这样，在城墙边上，魏忠贤带着锦衣卫看起了资料。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他网上找的，除了基础的古代历史外，还有一些个人资料，也就是之前员工的信息。然而，当魏忠贤先看过资料后，他脸色却变得扭曲起来。不过他并未当场发作，但当他把资料递出去时，锦衣卫们却坐不住了。什么？我大明要我？什么？陛下要杀魏公公？吵什么？怕什么？陛下还未杀我魏忠贤呢。秦总勿怪，他们没见过什么世面。其实魏忠贤表面上淡定，内心早已惊涛骇浪。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活不了多久了。明明是旅游旺季，景区却空无一人，而且这里虽然比故宫大8倍，员工却只有1人，因为其余的演员 NPC 都是从古代穿越而来。接上集，自从魏忠贤带领锦衣卫来现代上班后，他突然知道崇祯皇帝要杀自己，于是他们所有人都紧张起来。放心吧，既然你们来我这里打工，那结果肯定就说不准了。不错，秦总说的对，我们用工资买回去的那些东西，已替我安西局换来大批的粮草，只要我俩好好上班，那定是能改写历史。对，两位先贤说的是咱家愚钝了。在这之后，秦瑶又拿出一份资料，上边是一些现代商品的信息，甚至还附有详细的说明。魏忠贤在看完后，也算是明白了卢元正话里的含义。哎呀，这盐竟然只值1块钱，还有这顺风耳对讲机，也不过才几10块，还有这火铳，不对，应该叫枪，竟然100米开外都能击中目标，如此我魏忠贤还怕什么？当然，这枪虽然在纸上，但秦瑶可弄不来，也就是给他们看看而已。但总的来说，270的工资虽不多，但实际价值却是不可估量的。走吧，我先带你们熟悉下地形，咱们景区可不小呢。好，那咱们走。你们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游客的安全，同时也要制止他们的一些危险行为，解决一下他们的疑惑。还有啊，你们不要吓到游客，不要总是凶巴巴的。听完，身后的锦衣卫都咧嘴笑了起来。只不过除了魏忠贤，他们笑得实在难看。毕竟在明朝时，他们可是让人闻风丧胆的鹰犬，所以还要慢慢练习。不过好在魏忠贤接受起来极快，毕竟他可是从一个小太监升上来的，能力这方面绝无问题。很快时间来到下午，景区的游客也多了起来，无一例外，他们都是冲着网上的表演来的。你们先进去玩，到点我进去接你们，统一在城门看表演。好的，谢谢。我得进里面看看去。魏忠贤毕竟第1天上班，还是多看看稳妥。想到这儿，秦瑶也进了景区。没多会儿，他就见到了锦衣卫。此时他们并没聚在一起，而是两结伴游走，巡逻的同时还一边捡垃圾之类。至于魏忠贤，正和几名游客有说有笑，一副很受欢迎的样子。真帅呀！你们景区有这个衣服出租吗？你看他们的头发居然是人类，那你是什么角色？唱功吗？对，我就是魏忠贤。哈哈，不错，你这个太监演的还行，凶点就更像了。大胆，敢对本公公指手画脚。
哈哈哈，现在是不是像了？对对对，像得很，就跟真太监一样。眼前的游客一口一个太监叫着，着实把2名锦衣卫吓得不轻。要知道，在大明谁敢跟魏忠贤这么说话，如今早下地狱了。但此时魏忠贤脸上却笑盈盈的，甚至还十分配合。就这样，时间到了黄昏，游客全了之后，卢元正和郭元培摩拳擦掌，又是一番精彩的打斗。在游客的欢呼中，只有锦衣卫们一脸严肃，只有他们能看出来，这可不是花拳绣腿，而是正儿八经战场上才有的本领。看来这后世之人对这打斗表演颇为喜欢啊！不行，咱家也得想想办法。表演结束后，游客走完了，也到了下班时间，于是他们一一和秦瑶道别，随着华光一闪，消失在了原地。回到明朝，魏忠贤又恢复了那一脸阴郁的神情。锦衣卫们知道，那威严的9000岁又回来了。兴趣之事不可对任何人提起，否则关入诏狱，教尔等生不如死。是。去遣1个人来，好生教导他们搏斗之术。切记，并非生死搏斗，要有意观战，过程要精彩。是，公公，刚才宫中来人说，陛下召见。本公公知晓了，下去吧。侍女离开后，魏忠贤沉思起来。他现在已经知道，按照历史进程，自己2月后将被崇祯赐死。届时，江南文官集团便没了制衡。若干年后，大明帝国也将走向灭亡。按照秦总所说，届时李自成起义军入京，陛下在眉山自缢，大明也就算完了。不行，咱不能眼巴巴看着不管。从今日起，你等7人升为锦衣卫千户，官居五品。谢谢久闻。来人，进宫。没多久，魏忠贤出现在紫禁城内。此时，崇祯正在案头批阅奏章。这个刚登上皇位的少年，一直想着实现王朝中兴。事实上，他觉得大明如今的衰落和宦官干政脱不了干系。陛下，魏公公在外求见。来得好，快请魏公公觐见。魏公公，陛下有请。王公公忠心耿耿，令人钦佩啊。听着魏忠贤的话，王承恩茫然起来。其实魏忠贤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他早从后世知道，当崇祯自缢于眉山之时，王承恩也尽忠随主西去。陛下，老奴有罪，然老奴对陛下、对大明忠心耿耿，日月可见，望陛下饶恕，莫要杀我魏忠贤。此刻崇祯心中一惊，事实上他早开始谋划，要把魏忠贤除之而后快。在他眼中，魏忠贤专擅朝政，排除异己，甚至对外敬称9000岁，这他怎么能忍的？然而，魏忠贤怎知朕要杀他？到底哪里走漏了风声？魏公公何出此言啊？朕初登大宝，朝堂内外还要仰仗爱卿处理呢。来人，给朕好好查查，到底是谁散布谣言离间我君臣？是陛下。不得不说，崇祯的演技还是可以的。要不是早看过历史，魏忠贤可能真信了。但他清楚的知道，事实上并非如此。陛下不用劳烦，非是有人离间，老奴立令致婚，所作所为死不足惜。何况这天下不知多少人恨不得将老奴除之而后快。陛下要杀老奴也是情理之中。魏忠贤说得很诚恳，崇祯不由得顿住了。这一刻，他忍不住在想，要不要招来殿外的侍卫，直接把魏忠贤当场砍杀。然而，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，魏忠贤再一次的开口了：“老奴虽结党营私，但是陛下，这朝堂中结党营私的，又何止老奴一人？那些江南文官们又何尝不是如此？明面上他们满口仁义道德，背地里哪个不是扎根于豪绅士族，只想为自己搜刮民脂民膏？老身若是身死，又有谁能与之抗衡啊？”此刻不等崇祯开口，魏忠贤又急切的道：“陛下，老奴虽误国，可老奴不过一介阉人，手中这柄利剑也不过是从陛下手中得来的。陛下皇权在上，老奴这宦官的身份却永不能改。老奴死不足惜，可何人又可为陛下手中刀剑呢？”魏忠贤说的诚恳无比，听得王承恩心惊胆战。这话算是挑明了，以至于崇祯听着这些话也不装模作样了。这就是你的借口吗？陛下可知朝堂诸公为何惧我魏忠贤？那是因为东西两场的锦衣卫尽在老奴掌握之中，而光是锦衣卫查明的朝堂诸公大多都是死不足惜，他们尽数只为私利，从不为我大明半点考量。正因为老奴掌握了这些，他们才想要把老奴除之。说完，魏忠贤掏出一本账目，恭敬地递了出去。崇祯把账目打开，只见上面记载的名字全是朝堂上滚滚诸公，而账目上的内容只看了几眼，更是让崇祯怒意升腾。不可能，这些人都是朕朝中重臣，怎会做出如此之事？可是你故意在混淆视听，魏忠贤，以朕当朕不敢杀你不成？对于魏忠贤的话，崇祯根本不敢相信，因为这些要是真的，那大明朝得糜烂成何种程度？他非但不敢相信，甚至想都不敢想。陛下不可再被蒙蔽啊！且不说朝中重臣，自陛下初登大宝以来，光是国政就在大肆敛财。至于那些江南士子，更是不妨多让。这些锦衣卫都有不少证据，是真是假，陛下一眼便知。
就这样，在崇祯授意下，王承恩退出大殿。没多久时间，他踉踉跄跄跑了回来，脸上已满是惊恐之色。如何？陛下，魏公公所说大不属实，仅因为呢确实有证据。说着，王承恩把一些账本供词递到崇祯面前。这不看还好，这一看，他顿时眼眶欲裂。他心中那些最信任的国之重臣，不仅一个个坐拥良田万顷，家中的金银更是数之不尽。诸臣误我，诸臣误我啊！难道是天要亡我大明不成？此时，崇祯变得失魂落魄起来。也就这时候，魏忠贤知道自己该说话了。陛下，老奴有一言。明明是旅游旺季，景区却空无一人，而且这里虽然比故宫大8倍，员工却只有1人，因为其余的演员 NPC 都是从古代穿越而来。接上集，大太监魏忠贤穿越到现代打工，他突然得知，根据历史进程，2个月后崇祯皇帝会杀了自己，于是深思熟虑后，他做出一个改变大明命运的决定。想不到啊，我大明朝堂的滚滚诸公背地里竟全是些大贪官。如果这罪证是真，那真是天亡我大明啊！陛下，老奴虽该死，但这些文官们更可恶。先皇当政时，他们就扎根于豪绅士族，凡有损他们利益之决定，他们就集合起来反对，还美其名曰不与民争利，藏富于民。然而我大明国库空虚，他们却个个良田万顷。彼时要不是老奴用了非常手段，怕是辽东军饷都发不出啊！魏忠贤的话意思很明白，自己只要活着，那就会有人跟他们抗衡，可自己要死了，那整个朝堂将会是文官的天下，到时怕是崇祯自己也无可奈何。更何况历史也本就是如此。是啊，这些我怎么没想到呢？如此看来，这魏忠贤还真杀不得。此时看到火候差不多了，魏忠贤再继续开口，自己死后崇祯会如何，文官们会如何，大明又会如何。从第1年开始，他把一系列大事要事全说了出来，就好像这些事都已经发生了一般，直到说到第17年。崇祯17年，李自成杀入紫禁城，陛下亲自敲钟召百官上朝，可满朝文武竟无一人应援。届时大明亡国，陛下以发遮面，自缢于眉山一棵老槐树下。住口！魏忠贤，你咒我大明亡国，咒陛下身死，你该诛9族。此刻，一旁的王承恩听不下去了，他气得全身在发抖，而崇祯也满脸惊恐。不过他还是故作冷静道：“你这些话简直贻笑大方，魏公公，难不成你还会未卜先知不成？”陛下，老奴虽不会未卜先知，但老奴所言皆是历史，知道这些又有何难呢？魏爱卿真会开玩笑，这未来之事在你这儿竟能是历史，难不成你到了那100年之后不成？罢了罢了，你将党羽名单全交出来，朕许你为皇兄首领，饶你不死。陛下，你如何得知老奴到了100年之后？不对，准确来说，应该是300年之后。此刻整个大殿安静了，崇祯想不到自己随口一说，魏忠贤竟然来真的。于是紧接着，从景区保安到秦总，从270的工资到锦衣卫，都从魏忠贤嘴里娓娓道来。听完这些，崇祯满脸不可置信。然而，当他把那7名锦衣卫招来时，他们所言竟完全一致。不可能，完全不可能，怎么会有这种事？后世300年，你们居然到了后世300年。整晚，所有人在大殿中都未离去，直到了上朝时间。随着华光一闪，魏忠贤一行人终于消失了。这一刻，崇祯真的相信了。陛下，把殿外的事未处理好，此事不得任何人知晓。去魏忠贤府上，不对，是魏爱卿。去魏爱卿府上，将那7名锦衣卫的家眷好生看管。此刻，崇祯擦了擦额头的汗，继续说道：“快为魏爱卿收拾出住出来，以后就让魏爱卿住在宫内，等到魏爱卿下班了，朕要与他抵足而眠。承恩，你也来。”是陛下。承恩，你说我大明还会亡吗？朕和你还会不会吊死在眉山？陛下，若真如魏公公所说，那我大明必定中兴。至于李自成之流，也不过土鸡瓦狗而已。听闻，崇祯才想起把李自成忘了，于是他又继续急切补充道：“李自成，着锦衣卫找到他，然后……”就这样一通安排后，崇祯终于长长舒了口气，他脸上满是欣喜，好似大明这轮落日又燃起了生机。与此同时，刚到上班时间，秦瑶就撞见了魏忠贤等人，虽一夜未眠，但魏忠贤脸上的开心是怎么都掩盖不住的。这么高兴，是不是有喜事啊？回秦总，是有喜事，这不是得知自己要死吗？回去后我就去找到陛下，把这上班之事全说了，陛下决定也不再杀我了。你这么快就做好了选择？我真没想到啊！秦总说笑了，虽然史书上说忠贤是个奸臣，但忠贤奸臣能做，能臣也是能做的。如今若我忠心辅佐陛下再造大明，那我魏忠贤这后名未必就不能改一改。这样最好不过了。对了，秦总，我看唐朝2位先贤能为咱们景区引来不少游客，忠贤也有一些想法。于是魏忠贤就把让锦衣卫表演的事跟秦瑶说了说。其实作为大明的特殊机构，锦衣卫中也不乏高手。这魏忠贤不愧是魏忠贤啊，考虑的还挺周全，这样也挺好。羊毛也不能带着一个薅啊。
行，那我就等着了，一定要好看啊，打斗要精彩，吸引人眼球。没问题，最多2天时间，锦衣卫们必有所成。不得不说，作为天启皇帝的心腹，魏忠贤这样的人谁不喜欢呢？说话好听，办事靠谱，最重要的是用起来还很放心顺手。在这之后，秦瑶回到了售票处，一天下来，景区生意和前些天差不多，也就是几十名游客，只不过还是会有人抱怨景区不热闹。我们刚开业，员工都正培训呢，过段时间就好了。好吧，你们里边那锦衣卫确实不错，合影拍照挺好的，就是为什么不能出租下衣服啊？这个呀，别急嘛，这些项目以后都会有的。其实并不是秦瑶没想到这些，事实上，当卢正元他们刚来的时候，秦瑶就想把他们的装备扒下来卖掉，毕竟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真家伙。然而，两人刚把头盔脱下来，连人带头盔就给送回唐代了。说白了，系统小杨不允许，就因为这个，他们还差点被扣了工资。还好有魏忠贤啊，这3言2句就把游客逗笑了。这要放在服务中心，那才是物尽其用啊。咱们现在景区不完善，有的游客可能会失望，咱们一定要把游客给哄好，这得多辛苦你们了呀！一点都不辛苦，老奴为您分忧，高兴还来不及呢。秦瑶短短几句话，让魏忠贤有种被委以重任的感觉。此时他身上充满干劲，整个人都年轻了起来。就这样，时间到了黄昏，景区关门后，锦衣卫们一一消失了。此时在大明的时空里，崇祯正在大殿里来回踱步。事实上，这一整天他都未曾离开过。终于，殿内华光一闪，魏忠贤出现了。参见陛下，魏爱卿辛苦了呀！不必，陛下不可，礼不可废啊！嗨，都是些虚礼，爱卿何必在意？都快起身。事实上，在魏忠贤回来之前，崇祯心情一直很差，锦衣卫掌握的内容都梳理的差不多了，所涉及之人所犯之事，都让他血压飙升。朕之前怎么就想杀了魏爱卿呢？如今再细细看来，那些朝堂上的重臣更该死。不过现在好了，有了魏忠贤和这7名锦衣卫，那我何愁不能忠心大明？你就是求爱卿吧，你家中老母，朕已着人妥善安置，大可放心。谢陛下隆恩。杨爱卿啊，你年纪不小了，据说你尚未婚配，无妨，朕已让皇后替你物色人选，不用几日，定有好消息传来。谢陛下隆恩。在之前，这些锦衣卫的名字是绝入不了崇祯耳的，但如今他们每一个崇祯都如数家珍，不仅是名字，就是家里几口人都清清楚楚。承恩，老奴在，快着人为魏爱卿等人沐浴更衣，准备好御膳。陛下如此抬爱，老奴惶恐啊！爱卿不必如此，今日说什么，朕都和为爱卿抵足而眠。此刻，魏忠贤小心翼翼，表现得很是紧张。转瞬，崇祯又继续道：朝堂上那些人都在朕面前对魏爱卿攻坚，这些人还以为朕没看清他们的嘴脸呢。他们不知魏爱卿乃是我大明股肱之臣，虽是宦官之身，但深系我大明未来江山社稷。我大明能否忠心，殊不知全压在魏爱卿的身上了。魏忠贤听着这话，不仅抹起了眼泪，一副感动到不行的样子。在这之后，魏忠贤还和崇祯做出一个决定，对于自己之前的党羽，有用的留下，没用的就斩草除根。最后，他甚至主动要交出手中的权力，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后事工作当中。至于这晚，魏忠贤真跟崇祯来了一个抵足而眠，外加王承恩，3人聊了一整晚。对了，爱卿还没和朕说过欧景区的事。陛下，现如今景区生意不景气，秦总虽已为天人，但是对景区之事还是无可奈何，因此老奴就想着能为秦总多分忧。爱卿这样做是对的。哎呀，朕真想见秦总一面啊，可惜没有这个机会。那看城门的2人，陛下可能还不知道其来历。他们俩竟是那唐朝之人，安西都护府，陛下知晓否？你是说那白发兵？正是，我等自大明朝，他们却是唐朝而来。那如此说来，秦董以后还会再挑选其他人过去，许是我们之前的，许是我们之后的。那以后有没有可能朕也能被选中，或者还有我大明朝太祖皇帝？陛下，这极有可能。那这样的话，太祖若是知晓你身份，他会不会揍你啊？他明明是大明皇帝，却顿顿只吃野菜饼，哪怕面前堆着百道佳肴，他也照样不看一眼。然而，并不是他不想吃，而是他根本不敢。如今朕初登大宝，这朝堂之上，宦官魏忠贤又一手遮天，如此朕还是小心一些。此时的崇祯对于这个自称9000岁的宦官，恨不得马上将其除掉。可怪就怪在不知何时起，他突然对魏忠贤换了种态度，不仅称其为大忠臣，甚至每晚更是和他同榻而眠。魏爱卿，你等在那后事上班，真是辛苦了。陛下，只要大明中兴，老奴定居恭尽瘁，毫无怨言。原来早在1个月前，穿越到现代打工的魏忠贤早已和崇祯达成和解，他甚至立下宏愿，要辅佐其忠心大明，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要把现代景区的工作做好。秦总，锦衣卫的打斗表演已经练得差不多了。好啊，那赶紧让大家展示下。其实，在锦衣卫中本来就不乏高手，而且相比卢元正他们2个，锦衣卫一群人表演起来更有种看武侠片的感觉。好啊，打得真漂亮！这次发网上，估计来的游客更多。秦总满意就好。对了，秦总，我还着人重新编排了，除了单人、双人和多人的，老奴还给自己加了戏份。届时游客看腻了，咱还可以换着来。老魏呀，你有心了，以后有工作调动的机会，我第一个给你。其实秦瑶这话也
就随口一说，毕竟景区的岗位调动，他也不清楚自己能不能改。但很显然，魏忠贤却听得当真了。秦总，老奴得到秦总认可就足够了，老奴何德何能啊？妈呀，这咋还哭上了？难不成这古代不流行画大饼啊？在这之后，魏忠贤带人进景区上班了，而秦瑶回到售票处，马上捡起了视频。这次视频刚发没多久，底下留言就冒了出来。秦瑶一看，原来是之前来过的那个摄影师。妈呀，这是锦衣卫吗？上次去还没有呢，不行，我还要去玩。欢迎欢迎，这次又加了新节目，来了我给你免门票。太好了，那我明天就到，我正好给你拉几个人过去拍照。就这样一上午时间，秦瑶的视频越来越火，只要是问地址的，她全都一一回复。直到下午2点，景区来了一大声音：“同学们，大家都排好队，听老师的指挥。”是刚才打电话的李老师吧？对啊，是我。网上看你们这儿不错，组织同学们来玩一次。好的好的，欢迎欢迎。为了安全起见，这次秦瑶检完票后就一直在后面跟着。虽然刚进到景区里，带队老师有些失望，但很快孩子们的情绪就被调动起来。因为除了锦衣卫的精彩表演，魏忠贤还做起了导游。爷爷，锦衣卫真能随便抓人吗？魏忠贤和锦衣卫谁厉害？当然能啊，锦衣卫只听皇上的话，还有这魏忠贤啊，别提有多坏了，是阉党的头头。讲解的同时，魏忠贤脸不红心不跳，他从皇帝讲到了流民，又从后宫讲到了宦官，听着这些历史知识，就连那些老师们都入了迷。好家伙，您说的真好，要我说，那些名士专家都不一定有你懂得多。对对对，说的太好了，以后有机会我们还带学生过来，又能丰富知识，还能开阔眼界，还有这么精彩的表演。就这样，在魏忠贤这个金牌导游的服务下，直到景区关门，游客们才依依不舍地从景区出来。到了第2天，可能是网络的缘故，景区生意更红火了，仅仅一上午就来了100多名游客。好家伙，这票卖的早上到现在都没停过，真不容易啊！秦瑶很清楚，景区能有现在的人流量，完全离不开大家的付出。不过涨工资是1毛都涨不了，唯一能做的只能是吃喝上边找补了。这几天大家辛苦了，这以后啊，咱们景区超市里边吃的也好，喝的也好，大家想吃啥拿啥，保证1毛钱不要。然而，尽管秦瑶这么厚道，大家却还是放不开，最多也只是拿瓶水意思下，搞得秦瑶也是很无奈。而在之后几天，随着游客增多，秦瑶还发现了一个问题：景区这么大，光靠走路转不完，看来得想办法找个司机开观光车了。锦衣卫倒是人多，不过他们是安保，要是去做司机了，怕是会扣工资吧。想到这儿，秦瑶决定还是从外边招一个。不过马上就月底了，眼下他还有更重要的事，那就是该发工资了。于是几天后的一个早上，从小杨手里拿到工资后，秦瑶马上向着景区赶去。发工资了，这是你俩的，和上个月一样，一人270。谢秦总大恩。别这样，咱这儿不兴这一套啊，这都是你们辛苦得来的。这是你们的，你们这个月只上了14天班，每人126块钱，每天9块钱，连魏忠贤也一样都是这么多。不过这钱虽不多，但架不住人多呀。明朝这一波加起来都足足有1000块了。这一幕着实把卢元正和郭元培看眼红了。而锦衣卫们拿到工资后，转瞬的时间，一个个都老老实实的把钱交给了魏忠贤。秦总，这钱我们放在一起用处才大，才能为我大明做贡献。没事，你不用不好意思，别亏待他们就行。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陛下疼爱他们还来不及呢。好了，工资都到手了，都开始上班吧，别耽误上班时间再被扣工资了。还有，换东西的时间是明天上午，等于你们有半天的休息时间。对于明天的安排，秦瑶早就想好了。之前人少游客少还好，现在员工多游客也多，于是秦瑶干脆决定，以后每月第1天的上午景区关闭，下午再恢复营业。这样来看，能加的东西都加进来了，等下班了我再开车去城里买，这样也不耽误明天的事。就这样，工资到手后，一整天大家心情都很好，工作起来更是干劲满满。一直到景区下班，卢元正和郭元培回到了唐朝。终于回来了，发工资了吗？发了。发了多少？和之前一样。看着红彤彤的票子，郭鑫高兴的哈哈大笑。可突然，他发现卢元正2人都苦着脸，像有什么心事一样。你俩为何这个样子？可是闯祸惹秦总不开心了？没有，我等绝未为秦总添麻烦。我2人才拿500多工资，但明朝那些人只上14天班，都拿1000多了。对我们没觉得不公平，就是很羡慕人家。哦，我当什么事呢？咱们安西军之前如何，现在又如何？你2人心里应该有数。咱们能有景区，能有秦总，那已经是神仙眷顾了，还有什么不满足？郭鑫这么一说，2人恍然大悟，可不是吗？此时的安西军除了不能和大唐本部取得联系，已经足够好了，又何必羡慕别人呢？与此同时，大明这边自从得知今天发薪后，崇祯激动的连早朝都没上，一大早就在大殿里边踱步。魏爱卿，这后事之前跟我大明相比，作价几何？陛下，这后事之前跟咱大明可不能同日而论啊，后事的东西咱大明可没有。爱卿说的对，是朕糊涂了。
承恩着人赏金万贯，送到锦衣卫等爱卿家中去。是陛下。说实话，崇祯接收的大明国库本来就没什么钱，所以这赏金万贯叫崇祯那是一个肉疼。但心疼归心疼，孰轻孰重他还是能分得清的。魏爱卿想要什么赏赐，大可张口。陛下切莫折杀老奴了，老奴以前做的事，陛下不计前嫌就已是天恩了，哪还敢要什么赏赐？魏忠贤不仅赏赐不要，他还清楚的知道大明朝现在是缺钱的，于是他又接着道：陛下，老奴那里有一些家私，愿全拿出来充斥我大明国库。听到这话，崇祯当场被感动的不行。魏忠贤没要赏赐就罢了，还愿意把自己的钱拿出来，尽管都是他之前贪来的。爱卿放心，只要爱卿与朕能忠心大明，那爱卿之名必定流传青史，与国同修，尽享我大明香火。魏忠贤听着这话，不由得一喜，这不就自己想要的吗？当下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，老奴定对大明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爱卿，这2日朝堂之上，又有人对爱卿攻坚，朕真是难以忍受。陛下不急，待我大明朝稳固之后，再一一肃清不迟。爱卿走，今日朕还要与你同榻而眠。就这样，到了第2天上班时间，卢元正和魏忠贤等人都精神抖擞地出现在景区内。他们已经等不及看看这次能换来什么东西。他明明是一国之君，却从没有吃过红薯，并不是他不想吃，而是这东西压根儿就没有，因为这是崇祯时期的明朝，而红薯的出现还要再晚100年。可怪就怪在如今皇宫的御花园里，竟种植了1亩多的红薯，并且还是崇祯亲自种的。魏爱卿真是大忠臣啊！要不是他在后世上班，那我大明也不会有如此神奇的作物了。原来，自从魏忠贤在现代景区上班后，很快就到了发工资的日子。于是拿到钱的第2天，他们就在秦瑶安排下，一起来到景区超市兑换物品。老魏怎么就你来了？锦衣卫们呢？这工资都在老奴这儿，陛下让老奴全权负责。我看他们闲着也是闲着，就让他们把景区洒扫，为秦总分忧。哦，这样啊。那你们一个大唐一个大明，谁先来选？秦瑶话音刚落，卢元正和郭元培对视一眼，下一刻便冲秦瑶道：任凭秦总做主。好，那我就帮你们选。老魏，你先等一下。这个就是太阳能充电板，我给你们买的便宜的，在太阳底下晒着就能给对讲机充电了。还有这个是功率插线板，没办法，这个不能省，不然没办法充电。哦，此刻卢元正2人一直盯着充电板，毕竟这个东西他们大将军可念叨了1个月呀。你们应该不缺粮食了，所以这次给你们的东西主要是能用来兑换物资。之前的胡椒不划算，这是味精，这玩意儿往菜里放一点，味道可绝了。在这之后，秦瑶又选了些玻璃工艺品，不仅价格低廉，而且还更好看。要知道上次他们带回去的那个玻璃杯，可是给安西军换来好多马匹呢。好了，你们的540都花完了，老魏该你了。如此这般，老奴也请秦总做主。魏忠贤不愧是聪明人，知道自己作为明朝人对现代商品不了解，干脆也让秦瑶帮忙。只不过跟卢元正2人相比，他们一群人工资多，能买的东西也多了。对讲机要不要？能远距离通话的？要。那太阳能也少不了了。对了，要不要给你配个灯泡，还能用来照亮？哦，好，可令陛下免受昏暗之苦。要不说魏忠贤还是有钱呢，这也要那也要，该选的都选完，一时之间，秦瑶竟不知该再选什么了。秦总，这大米、小麦之类，能否买上一点？粮食啊，买了不划算吧？种子是种子，秦总，不知如今粮食的产量如何？不过我想，肯定也不是大明可比的。这些话把秦瑶说的一愣，因为在这之前，他从没想过种子这回事。就好比给大唐的胡椒，要是换成了胡椒种子，那岂不是更好？而且说到高产，红薯得排第1。坏了，浪费钱了！你先等我下，还有你们的东西要捡一捡，我把种子忘了。简单交代下，秦瑶开上车，直接向着农贸市场驶去。大概1个小时后，他兴冲冲回来了。这是水稻种子，现在的水稻亩产在1000斤左右。不过呢，现在的种子很多只能种1季，所以我给你们选的是可以留种的。虽然产量低点，但应该也比大明强。而且你们大明会亡，也多少跟小兵和期粮食减产有关。听着秦瑶介绍，魏忠贤等人呼吸都停滞了。要知道，大明的水稻才亩产300斤，这还是风调雨顺的情况下。但近些年天灾已经越来越多了。你们看啊，这是红薯种子，这才是真正能解决饥饿的东西。在现代，这东西亩产3000多斤，最好的能达到6000斤。其实红薯在明万历年间就有了，只不过因为各种原因，这东西没被推广开来。直到后来乾隆年间，红薯遍布华夏大地，人口也迎来了暴增，才有了一个所谓的盛世。其实啥也不是，而现代的红薯产量又比当时强了不少。妈呀，我大明居然有这种神物，老奴居然闻所未闻。这要早点广泛种植，得多活多少人命啊！是啊，这东西居然亩产几千斤，我安西局再也不用饿肚子了，我大唐不缺粮了，我爹娘能吃饱了。震惊的同时，卢元正2人不禁抹起了眼泪。毕竟但凡能吃得饱，谁又愿意把脑袋往裤腰带上别？穷苦人家的孩子，大部分人一辈子都只能在底层活。粮食这东西对古代的皇室又何尝不重要？毕竟只有吃饱饭的人
才有利于他们的统治压政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先冷静下，现在不是在越来越好吗？让秦总笑话了，还望秦总海涵。没事，我能理解，粮食在古代就是天。就拿大明皇帝朱元璋来说，他家人要不被饿死，他也不会沦落到讨饭啊。在这之后，秦瑶还给他们介绍了红薯的习性，总结起来就是这东西虽好种，但非常吸地力。一茬红薯，一茬其他作物，要是一直都种红薯的话，对地也不好。还有你们安溪那边缺水，水稻肯定是种不了。不过红薯、土豆可以，还有西瓜种子我也买来了，特别适合你们那边。除了这些，秦瑶还给两拨人分了点其他的，什么大白菜、辣椒、西瓜之类的。当然，买的种子多了，其他东西也要往外拿点。最终折腾了一番后，两边钱都花干净了。行了，你们都回去吧，回去后该说的说，不要耽误了下午上班。就这样，秦瑶交代完后，魏忠贤和卢元正都一起消失了。眼看时间差不多了，秦瑶打算先去吃饭。看来今天吃饭省事了，搞定自己的就行。与此同时，一眨眼的功夫，卢元正二人出现在郭鑫面前。看见两人身影，他第一时间冲了上来。你们可算回来了，充电的东西呢？回将军带回来了，这个就是。哦，这就是太阳能。没错，秦总说了，只要放在太阳下，就能给对讲机充电。好，好，好，咱这地方啥都缺，就是不缺太阳。此刻郭鑫很兴奋，他忍不住想要上手对太阳能摆弄一番。然而此时卢元正却打断了他。将军，太阳能先别看了吧，这次还有别的东西。哦，还有什么？之前那玻璃杯还有吗？那东西好，你们一定拿了不少吧？在郭鑫说完这话之后，其他众将也一脸兴奋，他们纷纷凑了过来，一边笑一边议论着。看来这次又能换一些马匹来了。是啊，那回合的贵族们对这玻璃杯爱不释手，咱们得好好感谢秦总。玻璃杯我们一个都没要。什么？那你们换了什么？将军，你看。这是何物？这是红薯，这是粮食。没错，这东西在景区那边，亩产高达3500斤，最高能到6000斤。此时，卢元正的话像大钟一样，在郭鑫等人耳边响起来，这个震撼丝毫不比对讲机来的小。而在大明这边，当魏忠贤把红薯介绍完后，崇祯更是连滚带爬的冲到他面前。3500斤，魏爱卿，你可是哄骗朕的，你真的没开玩笑。陛下，这都是秦总亲口所说啊。秦总还说了，让我们加紧时间推广。就这样，魏忠贤把秦瑶的一番话全都转述了出来。什么是小兵和妻，大明又为何会亡，全在他口中全盘托出。而崇祯在听完这些后，整个人更是疯癫起来。皇兄，你可看见了？这是红薯啊！太祖皇帝，您看看啊，这可是亩产3500斤的粮食啊！陛下，陛下，冷静啊，陛下。说起来，就在崇祯激动万分的时候，秦瑶刚把饭吃完，系统小杨就冒了出来，而秦瑶也马上知道景区又要来新人了。NPC 新岗位已经解锁，来挑选一下吧。景区互动 NPC 哦，那就是专门和游客互动的演员，这个好啊。下面是景区互动 NPC 的名单，选一下吧。姓名朱元璋，角色乞丐，时间明太祖洪武5年。不是吧？朱元璋怎么都来了？此刻面对小杨给出的第一个名单，秦瑶整个人都傻掉了。最关键的是，他的 NPC 身份居然是乞丐。不过也对啊，朱元璋在当皇帝前确实做过乞丐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当过和尚呢。小杨真厉害啊，竟然把朱元璋招来做乞丐。秦瑶很兴奋，他差点就要直接选择了，但最终他还是决定再看看其他名单。所以紧接着系统又给出很多职业，有风流才子，也有歌姬舞者，甚至还有摆摊算命的卦师。这些名字看着应该都是普通的古人，如此看来还是得选洪武大帝啊。想到这儿，秦瑶当场把老朱给定了下来。也就在这转瞬间，系统小杨消失了。此时，在大明洪武年，朱元璋正在批阅奏折，突然。你是何物？到底是谁在装神弄鬼？是故意来吓唬咱不成？明明是旅游旺季，景区却空无一人，而且这里虽然比故宫大8倍，员工却只有1人，因为其余的演员 NPC 都是从古代穿越而来。接上集，自从朱元璋知道自己要去现代打工后，他第一时间就找了件破衣烂衫穿上，因为系统小杨明确说过，必须是要自带工作服的。因此在这天午后，秦瑶吃过饭，刚想到售票处坐着，就遇到了刚穿越而来的朱元璋。朱元璋嘛，是咱，我是这儿负责人，你可以叫我秦总。这边的情况你大概知道了吧？这东西你再看看，看完了你大概该知道的就知道了。秦总，这作物亩产真的3500斤呐，这还是少的，种好了还比这个多。天哪，这居然是真的！当然是真的，你好好上班就行，到时候发了工资，上边的东西你都能买了。对了，你再看看这个。说完，秦瑶又递了份资料过去，不同于刚才的，这是份历史资料，这里记载的都是你们那个朝代发生的事以及后面的事情。我知道你们到了景区来最关心什么，所以提前准备好了。秦总，这上面说咱的大明竟然只有276年。此刻朱元璋怒不可遏，也就是在这时候，随着华光一闪，魏忠贤和卢元正等人出现了。介绍一下，这是咱们的新同事。原来是新人，这2位是唐朝安西军的卢元正和郭元培，这些是我大明锦衣卫，老奴也是来自于大明，叫魏忠贤，不知您是哪个时期的？你说你叫个啥？老奴魏忠贤也。你若是大明之后来的人，那定然听说过我的名字，我就是那9000岁。不得不说，魏忠贤在介绍自己时，还是多少有些得意的。毕竟纵观历史，能从一个小太监走到这一步的，也就是他一个了。只不过此时的他没注意到朱元璋表情的变换，下一秒，
好在卢元正二人反应快，把朱元璋拦了下来，要不然这刀早落在老魏头上了。而同一时间，锦衣卫们也把刀拔了出来。秦总救命啊！别动手，别动手，都把刀收起来，都给咱滚一边去！待咱宰了这条老狗！贼娘皮，你有病是不是？我与你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。秦总还当面呢，你竟然要杀我！一条老狗还敢称千岁，还敢祸害我大明江山，还问咱是谁？那我就告诉你，咱叫朱重八。朱重八三个字一出，大明这边的人全愣住了。至于魏忠贤，更是惊了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您是太祖皇帝？是咱。太祖爷饶命！太祖爷饶命啊！要知道朱元璋对太监的态度，那可是一直不太好的。他不许宦官识字不说，更是铸造铁牌，上书内臣不得干政犯者斩4字。好了好了，有什么话好好说，这不是你们明朝，这是我的景区啊！听到这话，朱元璋终于冷静了一些。见状，秦瑶又赶紧开口：现在魏忠贤跟历史上不一样，他挣的钱都换成了东西带回崇祯朝了。现在他可是天天想着帮崇祯中兴大明呢。太祖皇帝饶命啊！奴婢已经改邪归正了，自打到了景区，老奴已经把一切都交给陛下了，求太祖皇帝饶命啊！其实别看秦瑶现在淡定，其实他是心中有数，因为在系统小羊的设定下，他们是死不了的。对，就是在现代死不了。当他们死亡后，马上会被传回自己朝代，然后又会再次传送回来。行了，你俩放开他吧。这位大明皇帝还望海涵。刚才听秦总说，2位是唐朝先贤，我二人自大唐建中元年而来，当今陛下为德宗，我等为安西都护府军事。久仰久仰，咱真是佩服你们呀！得到一个帝王夸奖，卢元正和郭元培挠了挠头，而朱元璋把这话说完，转头深吸了一口气，冲秦瑶道：秦总海涵，咱一手创建的大明基业，没想到到最后竟然会这样，咱一时没忍住，能理解。不过他改邪归正了，你也消消气嘛。好的，秦总，咱知道了，咱不给你惹麻烦。你听好了，念你在景区上班，咱暂且饶你一命。如你今后真如那史书所说，咱哪怕到不了你那后事，那咱也要在洪武朝将你等魏姓全部杀光屠尽。奴婢不敢，奴婢不敢。在这之后，在秦瑶的安排下，所有人都按部就班开工了。只不过朱元璋一整天都闷闷不乐，因为除了魏忠贤外，他还知道了很多事。想不到啊，咱的妹子就能活10年了，还有咱的彪儿竟会走在咱的前面，还有这个天杀的老死，看咱回去非打断他的腿不可。就这样，时间飞逝而过，到了景区关门时，魏忠贤终于熬到了下班的时间。这次关于人情世故的他，甚至没跟秦瑶打招呼就赶紧跑了。魏爱卿，你这脸怎么回事？陛下，奴婢被打了。什么？秦总打你了？为何啊？不是秦总，秦总温文尔雅，不会打人，打奴才的是太祖爷爷。太祖爷？可是我皇太祖爷。没错，太祖爷也被招来了，今天第1天上班。就这样，魏忠贤把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和崇祯说了，而崇祯听完后，整个人更是又惊又喜。喜是喜在，既然老祖宗去了现代打工，那大明肯定也会越来越好，并且有朱元璋看着魏忠贤，他也能更放心了。只不过，若是太祖爷去了景区，那知道了历史后，必然也就知道我这一脉师出自有乐言。这样看来，别说是魏忠贤，我去了都免不了挨打啊。其实崇祯担心的不无道理，因为当朱元璋穿越回古代后，他当下就把3个儿子召进宫，狠狠打了了一顿。要不是马皇后拦着，凳子腿都要打折了。爹，老2老3怎么惹您了？生这么大的气，还有您这衣服。我跟你娘闲着没事干，打他们一顿顺气。彪儿，把他们3个拖走，爹跟你娘说点事。其实朱元璋在刚回来时，第一时间就找到了马皇后，毕竟在这个世界，他可以说是朱元璋最信任的人。对了，妹子，今天咱上班感觉有点不自在，这乞丐毕竟是好长时间没干了，有点放不开。你说咱要不要到外面找个乞丐去学一学？也是，重八你毕竟好长时间没要过饭了。就这样，在洪武年的6月，站在门外的起居主奋笔疾书。洪武5年6月，帝与帝后王氏遂召秦王朱行、晋王朱协、燕王朱棣，拳打脚踢半个时辰后，帝与帝后气顺。就这样，到了第2天上班时间，朱元璋满面春风地出现在景区内，与之鲜明对比的是满面愁容的魏忠贤。太祖皇帝万岁万岁万岁！行了行了，都给攒起来，以后在这边不要行这些礼数，免得秦总厌烦。看到朱元璋的心情不错，锦衣卫们终于松了口气。然而他们还没轻松多久，朱元璋突然开口了：咱昨天忘了，你们一个个的都姓谁名谁，祖上何地？在咱洪武朝，你们祖上都是做什么的？这话一问出来，锦衣卫们心中一惊，就连昨天问过的魏忠贤，那都是颤颤巍巍。然而面对朱元璋的问话，锦衣卫们也不敢不答，最终都忐忑地自报了家门。你们说的这些咱都记下了，咱不管你们在这上班，还是回到崇祯朝，都给咱老实点，否则咱让你们从洪武朝就断子绝孙。还有你，回去告诉崇祯皇帝，也给咱老实点。回太祖爷，奴婢记下了，奴婢回去之后就告知陛下，绝不敢有半点欺瞒。就这样，众人聊了一会儿，就各自去回自己的岗位上班了。然而没一会，魏忠贤就找到了秦瑶，说有重要的事。老魏什么事啊？是这样，秦总，太祖爷他丰功伟绩，做这乞丐的工作实在不太好，所以老奴想能否为太祖爷代劳？哦，这个呀，咱们的工作岗位不能调换的。再说了，看城门也好，要饭也好，都是工作，都是扮演，没有贵贱之分。其实魏忠贤这样想，完全是有点多余了，因为对于乞丐的身份，朱元璋非但没有嫌弃，而且还乐在其中。游客们不仅喜欢和他交流，甚至还准备给他买东西吃。你是说，大家是要买东西给老朱吃？对呀，游客都说他演得像，都要去超市给他买东西呢。老朱这是真有点本事啊！那走吧，咱们赶紧去开门。就这
这样，在几名游客的簇拥下，朱元璋和大家进到了超市里。这个买箱牛奶，那个买袋辣条。没一会，朱元璋手里都放不下了。便利店里，大家嘻嘻哈哈了半天，才都依依不舍地离开。秦总，你看咱做的还不错吧？要来了这么多的东西，厉害啊！门票钱才40，给你买的这些东西，这都100多了。这些小年轻纯良，咱稍微逗弄一下，这就给咱买东西了。秦总，那这些东西该如何处置？咱看不如摆在上面重新售卖。不用，卖出去的东西那就是你的了，哪能再拿去卖？您说都给咱了，那咱能带回洪武年间去吗？能的，没问题。听到秦瑶的回答，朱元璋的身体不由自主的紧绷，片刻后又仰头哈哈大笑起来。咱就知道老天叫咱当皇帝之前去要饭，这都是有道理的。这今天不就来了吗？其实朱元璋如此高兴也正常，毕竟 NPC 的工资才200多块钱，而他一上午要来的东西就已经价值100多了，相当于他10天的工资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当卢元正和魏忠贤听说此事后，都不由得心动起来。秦总，那我能不能也？你们不行，你们又不是扮演乞丐的 NPC， 只有乞丐这个 NPC 可以，因为讨要东西是他和游客互动的一种方式。秦瑶这话一说出来，魏忠贤顿时傻眼了，不仅是他，就连一旁的卢元正和锦衣卫都哭丧脸起来。哈哈，怎么样？看来还是咱当乞丐的好啊，这也太好了。明明是旅游旺季，景区却空无一人，而且这儿虽比故宫大8倍，员工却只有1人，因为这里的演员 NPC 都是从古代穿越而来。就好比这个正在乞讨的男人，其实真实身份是洪武大帝朱元璋。行好，给点吃的吧，咱已经好多天没吃饭了。好，我这有面包，你要不要？就这样，朱元璋第1天上班就靠着回归老本行，讨来了一堆小零食。于是当天下班后，当马皇后看见这一切，整个人都惊呆了。重八，这都是些什么？妹子，咱这个乞丐可不一般啊！你可知道，咱在那后世乞讨来的东西都是可以带回来的。天哪，重八，这可是真的，不是说只有工资买的才能拿回来吗？这东西不就在这儿吗？秦总说了，咱就是演的乞丐，所以才能带回来。你是当时没见，那俩唐朝的都羡慕傻了。如此甚好，重八，那你可要好好努力了。放心，咱心里有数。来，妹子，你快来尝尝，这个叫面包，别提有多好吃了。与此同时，在大唐的时空里，卢元正刚一下班，就跟郭鑫说起了今天的遭遇。他话里话外都是满满对朱元璋的羡慕。将军，可惜我2人不是乞丐啊！我2人要是乞丐，那每天能拿多少东西回来啊？无碍的，人家身为一国之君，且能放下身段去讨饭，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。要本将说，您就好好听秦总的话就是。其实不只是大唐，崇祯朝这边也是如此。当魏忠贤把这整件事说出来时，崇祯当下就做了一个决定。魏爱卿，你刚刚说最近景区的生意不错，那你说将来景区还会不会再招乞丐啊？陛下，这极有可能啊！太祖爷是怎么被选上的？那是因为太祖爷珠玉在前，若景区再招乞丐的话，要老奴说，陛下也不是没可能。胡闹，这乃是我大明一国之君，岂能与乞儿为伍？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朕既是大明朝的皇帝，那朕自要向祖宗看齐。不仅如此，朕还要继承太祖爷的风骨，所以为了未雨绸缪，朕决定要先练一练。就这样，时间转瞬到了第2天，可能是因为网络的传播，今天景区的生意特别好，光是当天线上下单的游客就足足有20名。今天是周末，线上票又卖出去不少，应该就快上人了。大家都好好干啊！明白了，秦总，你就放心吧。听见了吗？都给咱家打起精神来，巡逻的时候把地上的垃圾都捡捡，别叫游客来了嫌埋汰。哎呀，这感情好，游客多了，咱也能多要点零食，嘿嘿。不得不说，秦瑶的预测真的很准确。他交代完后，才过了10几分钟，就有好几辆私家车开进了景区。短短1上午时间，城门外的车径停了一排。只不过随着游客增多，秦瑶明显忙不过来了。妈呀，这又得卖票，又得做观光车司机，有人买东西还要当营业员，我是真忙不过来啊！哎，有人吗？哪里买票？就这样1天下来，秦瑶腿都跑断了。到了快下班的时间，他刚想进售票处喝点水，只见华光一闪，系统小杨来了。我去，小杨，你可算来了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又能招人了？不是哦，今天景区里有罚单，你要让员工们好好遵守规定哟。话刚说完，系统小杨留下张罚单，整个羊就消失不见了。而当秦要把罚单拿起来，马上就知道了来龙去脉。老朱，现在马上到城门。老朱收到，老朱收到。还有老魏，景区快关门了，你们也过来吧。很快，在秦瑶的召唤下，所有人来到城门。而秦瑶一过来，就看到抱着各种零食的老朱。从他笑嘻嘻的样子来看，下午收获肯定又少不了。我的太祖爷爷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1个月270的工资，你扣了260啊。秦瑶话音刚落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毕竟扣工资这种事，景区还是第一次发生。最重要的是，还一次性扣了这么多。秦总，这是为何啊？为何？这你得问你太祖爷啊！听着这话，所有人都看向朱元璋，但此时就连老朱自己都懵了。秦总，咱啥也没做呀，就是一直在乞讨，这扣工资是为何？你还说你啥也没做？那我给你念念。
上午9点半，你让一个女游客给你买对讲机，扣25；上午11点，你让一个男游客给你买红薯，又扣了25。再往下看，你居然暗示一个大爷自己是皇帝，还让人家给你买个手机。对了，你还说要100年后封他做藩王，不是我说，你看那大爷的岁数，还能再活100年吗？还有刚才人家游客走的时候，你跟人说啥了？你让人家把车送给你，你可真行啊！人家100多万的车，你还叫人家送给你，你怎么说得出口呢？就这样，在秦瑶把话说完后，老朱的脸刷的红了，看着他那一脸委屈的样子，秦瑶也不知该说啥。我跟你们说过很多次了，上班时千万不能暴露身份，哪怕旁敲侧击也不可以。再就是你们的工作，老朱你的工作是啥？是充当乞丐和游客互动，游客给啥就是啥，你哪能跟人要呢？你说扣你钱冤枉你吗？秦总，咱知道错了，咱认了。其实秦瑶心里很清楚，老朱之所以这么着急，是因为那张商品清单上面的那些东西实在是让他震惊，所以他才会选择铤而走险。同样的，这件事让其他人也心有余悸，毕竟昨天老朱让所有人都还羡慕呢。本将说什么来着？只要你们好好听秦总的，那保证什么事都没有。是啊，将军，那可是260啊，一下就给扣没了。是啊，我们都后怕的不行。也是，你们说的也是啊。不过，笑死本将军了。与此同时，在大明洪武的时空里，马皇后已经知道了整件事，不过她并未责怪丈夫，多年的起起伏伏已经让她成了一个合格的帝王妻子。重八，别难过了，景区不是你的大名，以后听秦总话就是。妹子，你说的咱都知道，可咱就是难受，1个月的工资没了呀。无碍的，下月不是还有吗？妹子你真好，你是我的重八呀，对你好是应该的。哎呀，你这死人，上一天班不累吗？嘿嘿，咱不累。就这样，片刻的时间，朱元璋一脸无奈地走出了坤宁宫。其实他是想去找朱标的，可这一肚子气，朱标可撒不出来。来人，奴才在，将燕王朱棣给咱叫过来。爹啊，你就算要打孩儿，总该有个由头吧？爹啊，您看儿的这腿，走路都走不了了。说到这儿，朱棣哽咽着站了起来，还别说，他走起来还真是一瘸一拐的。见到这一幕，老朱沉默了，眼神好似也和善了起来。爹啊，儿也不知自己哪里错了，但儿不求你饶恕，可儿怕爹伤着心，又累着身啊，爹。不得不说，朱棣这次的情感是拉满了，然而效果却不尽人意，因此没一会儿，大殿内就传出了阵阵惨叫。你这个不孝的玩意儿，你这不是右腿伤的吗？行，那咱就打你的左腿。爹不要，我错了。来人，把燕王给咱抬走，交给太医院医治。此刻，老朱觉得自己爽了，但好像又没爽到位。想想历史上的朱棣，老朱又气不打一处来。不过吧，到底是自己的亲儿子，总不能逮着一个薅啊！来人，将老二、老三也给咱叫过来。爹，孩儿知错了。爹在呢，老二你忍着点，老三你别急呀，你把你哥摁住了，等下爹少抽你2下。就这样，尽管工资被扣了干净，但经过这一夜的休整，等到第2天上班时，老朱心情终于好了很多。但最关键的是，今天他在街角乞讨时，竟有游客给了他张100元大钞。秦总，刚才游客给了咱100块钱，不是你要的吧？不是啊，秦总，咱哪儿还敢啊？哦，那这样的话，这钱就是你的了。一听这话，老朱顿时喜不自禁，毕竟100块都顶10天的工资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拿着钱买的东西还可以带回大明。奴婢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。来，这是咱今日讨来的，有饮料还有面包，都来尝尝。还有那个什么，魏忠贤是吧？你也喝一瓶。太祖爷赏我酸奶了，太祖爷赏我酸奶了。只是不知陛下什么时候才能来上班？陛下来了，太祖爷就不会打我了。毕竟我是个太监，咋也比不过陛下这亡国之君吧。就这样，在之后的几天，景区的生意又上了一个台阶，基本上每天都能稳定在几十名游客。于是，在这天下班后，系统小杨又出现了，而且这次招 NPC 岗位，居然是秦瑶心心念念的载客司机。妈呀，这可算等来了！我这身兼多职，真是吃不消啊！他明明有15万大军，却被3万人的部落追着打，因为敌军每次上阵冲锋，士兵们都不拿兵器，而是人手2个火把，一边跑还一边大喊：冲啊！温家那山上的火把一大片，怕是不下几10万人啊，而且也有敌军杀过来了。就这样，明明人数占优势的宋军，却被几万的辽军吓破胆，不仅全军军心涣散，就连御驾亲征的皇帝也落荒而逃。可怪就怪在，别人都是骑快马，他却坐了辆驴车。妈呀，吓死朕了！还是这驴车好，不易引起敌军注意。就这样，他驾着驴车一路逃窜，硬生生把敌军的精锐骑兵甩了几百里，而他就是高粱河车神赵光义。接上集，随着景区生意越来越好，系统小杨终于又出现了，而这次招的岗位恰恰又和车有关。真不错啊，有了载客车司机，我也能轻松点了。只不过目前来看，这次名单的人都没听说过啊。确实，这次系统给出的名单大部分都是普通古人。然而，就当秦瑶准备随便选一个时，大宋朝的第2位皇帝出现了。
我去，赵光义，时间北宋太平兴国3年，身份车夫皇帝车神。妈呀，这还选个啥？不带任何思索，秦瑶直接把赵光义定了下来。于是片刻后，在北宋的东京城内，随着系统小杨消失不见，他也终于知道了后世上班的事。来人呐！管家，快去给朕准备一架驴车。与此同时，在现代时空里，秦瑶本以为选完驾驶员就完了，却没想到系统小杨又冒了出来，并且这次招的岗位居然是售票员。妈呀，这也太爽了！好，这收银也不用我来了。看来这保洁啥的也快了呀。同样的，这次系统给出的名单也不少，有乾隆年间的客栈账房先生，还有北宋年间的花楼老板娘。但看了半天，秦瑶最终选了一个叫喜的秦朝人。这个喜虽是个小官吏，不过我记得新闻上说他的墓中出土了很多秦简，全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刻的。这么勤恳的人，做收银绝对错不了。就这样，把人都选好之后，秦瑶心满意足的去准备资料了。转瞬到了第2天，随着华光一闪，所有人都出现在景区内。2位先贤休息的怎么样啊？还好，现在我们除了上班，回去后啥都不用干。那你们比我好啊，咱回去之后还要批奏折呢，根本就睡不了多久。那你不困啊？不困啊，哈哈。就在大家闲聊的时候，不知何时，远处突然多出一个人影，只见他躲在一辆驴车后，一直在向城门这边偷看。这是游客吗？太祖爷，现在还不到营业时间呢，游客进不来啊。去，你们几个去给咱问问。听闻几名锦衣卫向着驴车走去，然而还不等他们靠近，那人一个箭步就跳上驴车，转瞬消失在视野中。这人也太小心了。是啊，而且怎么还驾着驴车？依奴婢看他这身装扮可不简单。太祖爷，奴婢看他这装扮像是前朝宋时的衣服。就在几人一头雾水时，秦瑶终于出现了。不等大家说话呢，他就率先开了口：老啊，咱们又有新同事了，你们见了没有？秦总，你看那是不是？哎呦，可不是嘛，还是带着驴来的。不过他怎么不过来？我们本来打算询问一番的，但还没靠近，这人就跑了。还真是够谨慎的，怪不得跑得快。赵光义，快过来吧，这边很安全。谁？赵光义？咱还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宋朝的皇帝啊，怪不得跑这么快。听到他是赵光义，包括魏忠贤在内，明朝这边的人都笑了起来。直到对方牵着驴车走过来，大家才停下来。我是这里的负责人，你可以叫我秦总。朕乃赵光义，该知道的你都知道了吧？来，你先看看这个。说着，秦瑶把资料递给了对方。这份资料是秦瑶连夜整理的，里边不仅有他自己的生平，包括宋朝后的历史，基本全都涵盖全了。秦总，他是哪年来的？太平兴国3年，刚登基没几年。这么说，那高梁河之战还没开打，他还没驾车逃跑呢？不对呀，咱看见他刚才驾车很熟练啊。哦，这个呀，可能是天赋之类的吧。一听这话，大家又跟着笑了起来。与此同时，赵光义的脸色却不好看，毕竟史料上对他的记载，那可是很不光彩的。这不可能，朕亲率几10万大军攻伐辽国，怎么可能会败？还说朕在战场上驾这驴车逃命，这简直贻笑大方。有什么不可能？大军不经休整，粮草储备不及，还有你赵光义指挥不力，又有轻敌之心，你不败谁败呀？哼！说这话时，老朱一脸不屑，毕竟这宋朝在他心里多少都有些令他不齿。什么称臣呐、宫中文轻武就不说了，最重要的是还让神州易主，让汉人饱受了100年摧残。你是何人？竟敢这么跟朕说话？朕行军打仗，轮得到你这叫花自嚼舌根？朕个屁！你也不看看这是啥地方，还在这朕的！咱一个大明洪武皇帝都没称朕呢，你一个高粱和车神，一个杀兄篡位的人，还敢在咱面前称朕？你放屁！我兄长是病重而亡，你才放屁！明明就是你杀的，史书上都记着呢。你怕赵匡胤不把皇位传给你，你就把他毒死了。这还不算完，你看上人南唐后主的妃子，你居然干那种事，还让人在一边画下来，你好不害臊啊你！也不管3721，更不管是正史野史，总之老朱一通输出，全都往他身上套。一时之间，赵光义就被气得说不出话来。你这无耻乞儿，朕要宰了你，朕要杀了你，你要杀咱？想杀咱的多了，还怕多你一个锦衣卫？老朱喊完这话，刹那间包括魏忠贤在内，所有人都站在老朱身后。赵光义见状一愣，不由得退了2步。你要杀咱，别说咱没给你机会，咱倒要看看你这个宋朝皇帝有什么本事。你们人多又如何？真当朕怕你不成？不怕告诉你们，朕这驴天生异种，可万军之中冲锋，亦可与狮虎搏斗。且打小他就长于宫中，与朕感情深厚。你们人多又如何？殊不知尚且不是此驴的对手。听到这话，所有人都愣住了，大家不禁联想到，难不成这驴就是拉着他在高梁河飙车的那头？紧接着，不等众人反应过来呢，只见赵光义飞身上驴，一脚就踹在驴屁股上。看来这驴是假的，可不是嘛？说这么多，不就是为了逃跑吗？娘的，这就是宋朝皇帝的德行！秦总，咱好想弄死他呀，丢人的玩意儿！行了，都别闹了。我看他是往景区里跑了，应该不会出事的。时间不早了，大家该干啥干啥。还有老魏，你去把他找回来，然后再教教他景区的事。听完秦瑶的话，魏忠贤带着锦衣卫进景区了。可这边他们刚走，城门边就有冒出一个人影来。秦总，这边还有一个人。哦，没事，这是咱们景区的售票员，你们忙，我去跟他交接一下。
怎么样？资料看完了吗？有什么感觉？历史大事生生不息，今日一见颇为震撼。可是万万不曾想到，我大秦竟然二世为王，是皇帝陛下英明神武。我大秦不该这样才是。其实你没必要那么忧心，历史上的事有很多遗憾，不过没关系，你都到这来了，那原本的历史还不能有所改变吗？秦总，在下可将这见闻呈于陛下。可以，不过你先好好上班，发了东西带回去他才信。在这之后，秦瑶教了他怎么卖票，他自己记不住，喜还把步骤记在纸上，就这样确定无误，秦瑶这才放心的离开。毕竟他还有更重要的事，这赵光义没准还在景区里狂奔呢。老外教的咋样了？秦总，所有事老奴都跟宋皇说了，他现在已经都完全了解了。不必如此，大家可以叫朕光义，或是老赵也行。妈呀，这刚才还到处乱窜呢，现在就这么老实了，这魏忠贤有一套啊。其实秦瑶不知道的是，魏忠贤确实跟他介绍了景区，也介绍了买东西的事了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他还把赵光义拉到了朱元璋面前。现在的景区可都是咱大明的人，你以后要到景区来上班的，你要是不老实，你每天来上班，咱每天打你一次。明明是旅游旺季，景区却空无一人，而且这儿虽比故宫大8倍，员工却只有1人，因为这里的演员 NPC 都是从古代穿越而来。就好比这个正在赶驴车的男人，其实真实身份是宋朝的第2位皇帝赵光义。我的妈呀，这景区还有驴车呢，太帅了吧！是啊，你们看这赶车的还是宋朝的衣服，是不是扮演的车神赵光义啊？其实今天是赵光义第1天到景区上班，而他的岗位正是景区观光车司机。因此，当老板秦瑶教会他观光车怎么开时，作为一名古代穿越者，赵光义整个人惊呆了。秦总，这车不用马了，居然能跑起来，不知我能否带回大宋啊？可以啊，只要你工资足够多，想买什么都行，别说车子了，飞机我都给你弄来。嘿嘿，如此甚好。不过唯一可惜的是，速度快点就更好了。这是观光车，就这个速度，普通车子的话，跑100多公里轻轻松松。看到赵光义疑惑，秦瑶这才想起来，古人可不懂什么公里，于是他有急忙补充道：就普通的车子，半个时辰的话，大概能跑200多里的路。什么？半个时辰200多里？好，那秦总这种车子最便宜的多少钱？几万块吧。听到这话，赵光义大吃一惊，毕竟按他每月200多的工资来算，要攒几万块可得好几10年呢。没事，你别担心，你好好上班，到时候我给你整辆2手的，实在不行再给你改装一下，保你千军万马中穿梭，谁也追不上你。那就先谢过秦总了。这边两人还聊着呢，突然随着哒哒哒几声，毛驴拉着车就过来了。只见他凑在赵光义身前，一副很亲近的样子。不瞒秦总，这驴是我昨日找来的，谁曾想现在竟对我如此喜欢。还有这赶驴车，在此之前我也从未尝试，今日一试，还颇有如鱼得水之势呢。哎呀，不愧是车神啊，这不是天赋是什么？不过这驴车在景区拉人也不错呀。想到这儿，秦瑶提出想坐驴车转一圈，不曾想这一转，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这感觉真不错啊，我以为会很艰呢。秦总，我也不知是为何，反正这驴到了我这里，简直像无师自通一般，确实不错。哎，要不你试试来个漂移？秦总，这漂移是什么意思？这漂移啊，就是在拐弯时不减速，用很高的速度冲过去。原来如此，那我试试。什么？其实秦瑶本意是开玩笑的，却不想对方却当了真。不等他反应过来，随着哐啷的一声，驴车就像离弦之箭一样冲了出去。快意啊，舒坦，真是舒坦啊！原来这架车这么有意思。小心啊，别撞到人了，你这冲的也太猛了。就这样，随着驴车在景区里飘来飘去，游客们也被这一幕吸引了，他们全部都站在路边，每次驴车从面前经过，都爆发出一阵阵欢呼。我操，这也太帅了，这比方程式赛车还好看啊！这也是新项目吗？我也要玩这个。在转了不知道多少圈后，驴车终于在游客前停下。下来后，秦瑶的2条腿都软了。这个多少钱玩一次？帅死我了！就是真牛啊，以前从来没见过。大家别急，这个项目我们还没正式上线，漂移毕竟有一些危险性。老赵，你先带大家先简单体验下，记住千万别跑太快啊！咱就说，怪不得他在高粱河飙车呢，没想到他真会呀！这架车的本事，你们可有谁会？很快时间到了中午，其实当初人少的时候，午饭都是秦瑶来做的，但后来老魏带着锦衣卫也来了，秦瑶就联系了一个小饭馆合作。这天因为来了新人，秦瑶特地叫饭店送了些硬菜。这些吃食真是不错，比宫里的好吃多了。那可不，这后吃好吃的多了，好多你想都想不到。我说2句啊，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，尤其是表演这块，没少叫大家伙操心，添麻烦也就算了，连工资都没加1分钱，实在是汗颜啊！嘿嘿，秦总太客气了，景区生意好起来对大家都好，这都是应该的。太祖爷说的正是，这些算得上的都是咱应该做的。再说了，我们能到景区来，秦总你选了我们，这都是有幸的了。行，我也不跟你们客气了，总之以后我不会亏待大家。听到这话，其他人先不说，老朱率先就乐了起来，毕竟他是真的高兴。然而看着笑眯眯的老朱，上午出尽风头的老赵不乐意了。你高兴个什么劲儿？你一个要饭的表演啥了？你也为景区做贡献了吗？
咱就是高兴，咱不比你强。你一个高粱和狼狈逃窜的车神，还好意思唧唧歪歪？哦，你要饭的，你是车神，你要饭，你车神，你要饭。嘿嘿，咱要饭怎么了？上午有个游客还给了咱20块钱呢。秦总，下班了咱去换点东西。行，你看想买点啥带回去？给你这20块钱花完。直到此刻，赵光义才知道，原来老朱这个乞丐盖有这个好处。他想到秦瑶说起的2手车，不禁心里难受起来。好了，大家别闹了，各就各位吧，等下游客该来了。众人应声后，赶紧各自忙碌起来。整个下午，秦瑶清闲了不少，于是他就在景区里录视频，一会儿拍下表演着的锦衣卫，一会儿拍下车神的驴车飘逸。把视频发网上后，他和喜聊了起来。卖票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？不曾有麻烦，秦总放心，再多一些时间，喜就能熟练一些。哦，那就好，多说说话，别太见外。大家来了景区都是自己人。感谢秦总关心，喜记下了。秦总，喜有些疑惑，陛下他威加海内文治武功，若他及早知道历史，我大秦会不会好些？那肯定的呀。这样吧，等你发了工资，我给你搞个世界地图，始皇帝肯定喜欢。在这之后，秦瑶又给他找了一个视频，上面都是电脑的基础操作。你学会电脑还有一个好处，那就是你能搜到一切信息。之前给你的物品清单你看了吧？连对讲机的原理都在。你要是动手能力强，哪怕你没拿到工资，你甚至都能手搓出不少东西来。什么白糖啊、肥皂啊，这些制作方法都能搜索到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找不见的。秦瑶的这番话可把喜惊到了，他足足愣了半天，这才回过神来。除此之外，到了下班时间，秦瑶还告诉了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有好事啊！今天网上反响很不错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明天咱们景区的生意要火起来了，大家要做好准备啊！辛苦大家了。秦总说的哪里话呀？哎呀，是呀，咱都是自己人。秦总，你这么客气干嘛？好，我就不跟大家客气了。那大家下班回去以后好好休息。就这样，众人寒暄了片刻，就一齐消失在秦瑶面前。而在大唐的时空里，卢元正2人刚回来，还不等郭兴开口，卢元正就急忙道：“将军，饭菜在哪？”哦，早就给你2人备好了。怎么，今天在景区没吃饭吗？不是，秦总说明天人会很多，让我们吃饱喝足就去睡觉，把精气神养起来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们先吃饭，我着人为你2人收拾床榻。与此同时，在大明崇祯的时空里，在听完魏忠贤说完驴车的时候，崇祯也忧心了起来。爱卿，你说咱们的锦衣卫能不能把这驴车漂移学来？陛下您是没见，若非天赋，这驴车漂移非人力能及啊。这也是实话，这历史上也就赵光义这一人了。老奴想好了，叫锦衣卫他们多学些新招式，不管如何，这样多少也能为秦总分忧。也只好如此了，只能让大家辛苦一些啊。对了，今晚爱卿还跟朕同睡吧？朕这几日下朝后都到城门乞讨，有些心得想跟爱卿探讨。其实不只是崇祯，朱元璋在回到洪武年后也并没有闲着。此刻任谁都不会想到，这个在城门口乞讨的男人会是洪武大帝朱元璋。大爷行行好，哎，这位大爷一看你就天命不凡啊。很快，在朱元璋的专业输出下，他终于讨到了几个铜板。然而正当他高兴呢，突然他发现身后的黑暗中有双眼睛在盯着自己，而这个人就是专门负责记录帝王生活的起居注。写，还写？咱看了你信不信？你还在那写？铜板是没，乐不可支。帝见起居注大怒，以斩首要挟。你是个死人吗？咱说话你听见没？陛下要饭的本领又精进了一些，与前些日子相比，夸赞的话又多了一些，令施舍之人喜笑颜开。今日收获也多了一些。嘿嘿，这个确实，咱的手艺又精进了不少。来，给咱看看你记得啥？与此同时，在大宋东京汴梁城内，赵光义也没闲着，回来后他就赶着驴车来到了郊外，毕竟在这开阔地带才能练好这手技艺。你们再去找2头驴来，这头都跑不动了，朕一定要苦练，争取能早日买到那神车。明明是旅游旺季，景区却空无一人，而且这儿虽比故宫大8倍，员工却只有1人，因为这里的演员 NPC 都是从古代穿越而来。就比如这个正在追驴车的乞丐，其实真实身份是洪武大帝朱元璋。大爷行行好啊，咱已经好多天没吃饭了。来呀，我这里有包子，要不要？给你，我这儿还有零钱。大爷，咱的好大爷，再施舍一些吧。此时，车上的游客又递过来1块钱，可老朱刚想伸手去接，突然随着一声鞭响传来，那驴车猛地加速了。好你个叫花子，在我后边捡钱，我让你欺负我。慢点，姓赵的，你得再慢点。还没驴跑得快，你还得多练练。赵光义，你大爷的！啥？赵光义？还是你们会玩啊？连宋朝皇帝都出来了。就是，一会儿你要真能驾驴车漂移，那我们这趟可值了。飘啊，必须飘，这不是沉浸式体验吗？我就是个扮演的。其实游客们还不知道，这赶车的并不是别人，正是宋朝皇帝赵光义。今天是他第2天上班，而跟他同一天来的还有景区售票员老喜。唯一不同的是，老喜是从大秦穿越来的。昨天教你的那些电脑基础学的怎么样了？回秦总，喜都记下了。说着，老喜给秦瑶演示起来。虽然都是些基础操作，但满足工作是足够了。秦总，对于这电脑如何打字，喜还一无所知，不知可否了解一下这些？哦，打字啊，这个简单，直接用键盘输入就行。不过这个得先会拼音。想到这儿，秦瑶接过电脑，转瞬电脑上就传来了声音：我真淘气，找的特乐乐做游戏，乐乐机器心，
吵着闹着也要去。秦总，学会这个喜就能打字了吗？对呀，这个不难，你别急，慢慢学。就这样，喜在售票处一边学拼音一边卖票。因为昨天景区的视频在网上爆火，所以景区一开门，老喜基本没闲着。等到快中午时，秦瑶一问，居然都卖了200多张了，真不错啊！这么来看，今天得破千了呀。行，你有事对讲喊我，我得去超市看看。秦瑶来超市坐着，其实也是有道理的，毕竟游客多了，需求也就多了。况且景区还没吃饭的地方，游客们只能到便利店解决。不行啊，看来哪天得安排个厨子，只是不知道这古代的厨子跟现代比怎么样啊？秦总，咱们表演啥时候开始？游客们都问我呢，都着急了。行，这也快中午了，让老魏把游客集中到城门吧。听闻赵光义刚要走，秦瑶突然想到景区是有广播的，这不就用上了吗？哎，不用了，现在游客多，我直接广播，你们直接到城门准备表演。亲爱的游客朋友们，大型表演节目《驴车漂移》就要开始了，还有精彩的古装对打，将在20分钟后开始，大家请到城门外观看。哎呀，这游客一多，岗位也变多了，看来还得再招一个播音员。就这样，广播完没一会儿，所有游客都在城门聚集起来。与此同时 ，NPC 们也是第一次见识广播，不禁人人惊叹起来。这个东西好啊！是啊，这拿回去将军讲话的时候用，那得多省力啊！咱倒是觉得这东西肯定便宜不了，太祖爷，咱这300块的工资，怕是不好买啊！众人惊叹的同时，驴车漂移已经开始了。随着赵光义飞身上驴，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欢呼。历史上说，赵光义高粱河畔漂移，连千军万马都没追上。今天看来，这完全都有可能啊！是啊，和视频上一模一样，这钱真是没白花。妈妈，以后我也要学这个。哎，你要当皇帝呀？不是，我要当驴。就这样，到了下午时间，景区里面更热闹了。4点多的时候，秦瑶一问，都已经出了400张票了。不仅如此，景区的视频也在网上接连爆火。光是回复留言，秦瑶都有些忙不过来。照这个势头下去，看来景区马上就要加新人了，到时候还能把更多区域开放出来。还有景区的路灯，终于不怕费电了。开心的同时，秦瑶还想到一个问题，那就是随着游客增多，再在城门穿越就有点不合适了。毕竟游客一多，总会有早来晚走的。于是，在今天景区关门后，他就把一个仓库腾了出来。这地方足够大，又足够隐蔽，还有老赵的驴车，进进出出也没问题。我真是天才啊！到了第2天，景区的火爆依旧，除了观光游览，加上锦衣卫的对打，还有老赵的驴车漂移，一天下来，游客们也不觉得白来。更重要的是，在下班回到宿舍后，系统小杨又出现了。这次的岗位是景区互动 NPC， 赶紧选一下吧。哦，是互动 NPC 啊，我还以为是基础岗位呢。也行，先看看都有谁吧。姓名邹凤赤，角色商人，时间唐玄宗天宝2年，这没听过呀，多半就是个普通小贩吧。在这之后，系统又推送了几名隋朝人物，角色不仅有说书人，甚至媒婆都出来了。然而，就在秦瑶犹豫要不要选媒婆时，突然最后一个名字冒了出来。角色诗人剑士，时间唐玄宗开元18年，姓名李太白。好家伙，李白都出来了，这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就你了。能选到李白，秦瑶很高兴，毕竟这可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大诗人。更重要的是，李白还擅长剑术，师从剑圣，把这样一个人弄到景区，那简直是绝了。与此同时，在大唐长安城内，李白正在和好友聚会。转瞬的时间，他突然蹭的一下站了起来。没错，就在刚刚，在另一个虚无的时空里，小杨已经把上班的事告诉了他。浩然兄，我如今这装扮可还洒脱？哦，太白兄的洒脱，还需要装扮来衬托吗？论洒脱，这世上有几人能比得过你李太白？浩然兄，明日我当有要事外出，浩然兄不必寻我。如此可惜了，我还寻了家酒家，想邀太白兄一同品鉴呢。很快，一夜飞逝而过。第2天早早的，秦瑶就到仓库里等待李白的到来。然而，随着众人接连现身，却迟迟不见李白出现。倒是老朱还不等秦瑶开口呢，他就着急的往外走。走吧走吧，咱们快去上班吧，这游客多了就是好。昨天咱的大书包都装不下了，今天咱要给妹子多要点酸奶呢。哎呦，这自古以来还没听过要饭还有情怀的呢。哼，咱勤快怎么了？那也没你这车神跑得快。你一个臭要饭的，你车神；你要饭，你车神。秦总，那咱们走吧。哦，你们先去吧，我还要等人呢。随着秦瑶话音刚落，大家瞬间安静下来。毕竟该来的都来了，这还等谁呢？秦总可是有心来的。秦总，谁啊？哪个朝代的？这次巧了，是你们唐朝的人，就是比你们要早。听闻卢元正2人对视一眼，紧接着就是抑制不住的惊喜，那样子颇有种老家来人的感觉。那是谁啊？秦总？对啊，秦总，这是谁啊？这个人你们都认识，是李白。什么？李白原来是谪仙人啊！听到新人是李白，卢元正2人激动万分。要知道，在唐朝，李白可是不少人的偶像。这个谪仙人就是贺知章对他的盛赞。妈呀，
原来是诗仙啊！对呀，想不到这新人竟是诗仙太白，真是太想不到了。此刻仓库内充满了欢声笑语。要说唯一格格不入的，那就是大秦来的老喜了。毕竟他那个时候比唐朝早1000年呢。秦总，那咱们能不能一睹诗仙的风采呀？行啊，营业还得一会儿呢，那咱们就一起等吧。秦瑶的话刚说完，突然眼前一个人影缓缓出现了。众人一齐望去，只见那人一身白色长袍，腰间还挂着一个葫芦，那一个潇洒飘逸，如仙人将士一般。哎呀呀！这就是诗仙啊！果然是仙风道骨，咱心里的李白就是如此。是呀，真是太帅了。此时，李白也发现了众人，他四下张望了一眼，旋即也哈哈大笑起来。此处果然不似人间地啊！欢迎诗仙的到来，莫赞，当部的诗仙的称呼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这里的负责人，你可以叫我秦总。说完，秦瑶环视一周，他本想挨个介绍下众人呢，但转念一想，这不是有资料吗？这是所有的资料，你的生平还有历朝历代的交替都在这其中了，你看看吧。就这样，李白接过资料，认真的翻阅起来。可看着看着，他的眉头却越皱越深。下一秒，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但愿生息无数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他明明是大唐顶流诗人，可晚年却卷入权力斗争，最终已经58岁的他，却带着枷锁惨遭流放，而他的理想抱负，一生都未能实现。想我这辈子从踌躇满志到阶下为囚，真是唏嘘啊！与此同时，在现代时空里，看着自己的一生，刚穿越来的李白感叹不已。不过好在现在的他才不到30岁，因为在这家景区里，所有的演员 NPC 都是从古代穿越而来。这里不仅有做乞丐的朱元璋，还有赶着驴车的赵光义，当然还有第一天上班的李白。想我李太白这一生，竟然是这样的光景。别太担心，这只是历史上的你，你能到景区来上班，那完全有机会改写历史的。不信你问他们。听闻，李白转身望向众人，见状，赵光义急忙开口道：“秦总说的对，你好好上班，到时用工资买东西回去，别说是做官了，唐王都得拿你当座上宾才是。”哦，敢问尊下士？在这之后，秦瑶给李白介绍起众人，直到介绍到卢元正，直到提起了安西君，李白也是颇为动容。李白见过二位，安西京都守孤城几十载，真是令在下钦佩啊。哎，对了，那按照历史记载，岂不是我死之时，你二人已出生了？谪仙人不知，既然我等都到景区了，那其实我们所处的时代，相互之间大概并无关联。不过就算如此，在谪仙人的时代里，必定有我二人，届时还望谪仙人照拂一二。哦，如此，你们是想升官发财吗？不是的，谪仙人，我们只想衣食无忧而已。我们小时候从未吃饱过，只是想吃饱而已。若凭借着后世之物能让在下进入朝堂，那李白定不能叫百姓的肚子。就这样，把所有人介绍完后，大家都一一离开了。而此时，秦瑶也突然想起一件事，只见他拿起一本厚厚的书籍，又饶有趣味地递到李白面前。这是我给你准备的，这上面可都是你李白的诗句，不急哈，你慢慢背，背完我再抽查，完了你再解释下诗句的意思。秦总，这是为何？你是不知道啊，在咱们这儿，但凡是个孩子都得背你的诗，而且得从小学一路背到大学，背就算了，还得释义，还得默写。就比如这首诗，你给我说说抒发了作者的什么思想情感？其实秦瑶让李白背诗完全是开玩笑的，谁知当李白翻阅了下这本诗词后，他竟当场表示自己一定要把这些全背下来。你真的不用背，我是开玩笑呢。秦总不用劝我，这些诗词虽是我做的，但如今来看，里边很多诗句都是现在的我体会不到的，并且假使我把这些诗句背下来带回长安，那我李白必定名声大振，没准因此我还能快速进入仕途呢。你说的确实不错，可你好意思吗你？哎呀，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我李白从不是什么循规蹈矩之人。好吧，反正你也是个诗人，上班时背诗应该也没问题。在这之后，秦瑶把李白带进了景区，转了半天，他们终于在一个亭子前停下。你工作很简单，看见那个亭子了吧？你就在那边背诗。那小船看见了吧？在船上也行，反正就是到处溜达，闲云野鹤的样子。顺带呢，再舞舞剑就更好了。安顿好李白，趁着这会儿的功夫，秦瑶去售票处看了一眼。其实，在早上的时候，他就发现喜脸色很憔悴，但当时忙着接待李白，秦瑶也就没多问。老喜，你身体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没有，只是最近有点劳累。秦总放心，喜不会耽误工作的。这不是耽误工作的问题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去咸阳了？什么都瞒不过秦总，喜实在是等不及了，所以想见到陛下再说。喜虽是一介小吏，咸阳虽路途艰险，可喜实在不能看着我大秦，真如这是书上一般。听到这儿，秦瑶这才恍然大悟，难怪呢，老喜白天要上班，下了班还要赶路，更何况那时的交通工具也不比现在，他能不憔悴吗？大半夜的赶路，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！
叮嘱完老喜，秦瑶又来到城门，从卢元正二人口中他得知安西军现在的日子很不错，不仅要军备有军备，要粮食有粮食，至于那玻璃杯更是都卖疯了。不仅如此，我安西都护府虽被吐蕃层层包围，但将军已派人偷偷去往长安，要跟陛下取得联系呢。是啊，史书上记载，当你们的人回到大唐之后，所有人才知道你们还活着，当时朝堂上是哭成一片啊。不过你们知道的，回去也没用啊，大唐现在在衰落，根本派不出兵支援你们啊。秦总有所不知，除了书信以外，大将军还让他们把味精和玻璃杯带回去一些，所以听到这儿，秦瑶这才明白过来，感情郭欣不是回去找支援的，而是回去反哺大唐了呀。与此同时，在景区的内部，李白周围已经围满了游客，其中大部分还都是些女孩子。妈呀，真帅啊！是啊，这个气质太吸引人了。就是啊，不知道有没有女朋友？不行，我一会儿要跟这个小哥哥要个电话。此刻，眼看游客越来越多，李白也不含糊，他按照秦瑶跟他说的，把长剑抽出来舞起了剑花，那灵活飘逸的感觉，简直是绝了。太帅了！我的天啊，他还会舞剑呢！就是啊，我一个男的都觉得帅。此时，秦瑶也从超市走了出来，毕竟李白的表演太过火热，他也想趁机拍一些素材。然而，他刚想掏手机拍摄，身边就有人起哄道：“这要是喝2口酒就更炸裂了。”对呀，李白喜欢喝酒的，要是喝酒就更对味了。是啊，没准还能做几首诗呢。听闻秦瑶也不愿扫兴，但可惜李白的酒葫芦里是空的，于是秦瑶就跑回超市翻了半天，在库房还真找到几瓶白酒。好酒啊，好烈的酒！今朝有酒今朝醉。哎呀，不得不说，这帅的确实炸裂啊！看来接下来几天景区又要来一波小高峰了。秦瑶这边还在畅想未来呢，谁知李白喝了2-3分钟，突然他一屁股坐在地上，靠在那不动了。此时众人也看明白了，这是喝醉了。见状，秦瑶拿起手里的酒瓶一看，好家伙，58度。秦总你忙吧，把李白交给老奴就行，咱先把他弄到超市隔壁的房间歇着。你得上班啊。没事的，老奴给他收拾下不耽误，不时的过来瞅一眼就行。行，你伺候人我放心。这之后一整天，秦瑶都在担心一件事，那就是李白喝醉算不算旷工？毕竟第一天上班被扣钱就罪过了。好在快要下班了，小杨也没有出现。看来这是算工伤了吧？甭管咋样不扣钱就行。小杨这次还算有良心啊。怎么样了？还是没动静。哎呀，你们那个时候的酒还是不能跟现在比。这样吧，你们先下班吧，我来这儿看着他。就这样，魏忠贤应了一声，就慢慢的消失了。秦瑶本以为再过一会儿，李白就要这样被传回去了，谁知他刚走出房间，身后就有一道声音传来。罪免他伤我自起，恍若隔世千万里，喃喃细思此何地，恰为此府先者居。秦总，李白下班了，明日再见。哎呀，你做事回去再做，这边谁给你记着呀？与此同时，在大唐开元的时空里，李白一回来就跑到了孟浩然跟前，因为后世的种种见闻，让他整个人很是兴奋。浩然兄，今日好事，当扶一大白。哦，太白兄这时回来了，不知是何好事。哎呀，此事一会儿再说，你且把其他人请过来。就这样，没一会儿的时间，在一家酒楼内，李白的一众好友都聚在一起，随后推杯换盏，酒过三巡，大家都能看出李白心情大好。到底是何事，能让太白兄如此高兴？是啊，太白兄不妨说来。各位有所不知，我李白仕途有望，这还不是喜事吗？当真如此，这真是太好了。太白兄能否详细说说？哎呀，言尽于此，不可细言也。见李白这么说，众人虽好奇，但也不再细问，只是听闻李白仕途有望，酒桌上更热闹了。只不过李白平时没什么感觉，但今天这酒喝起来，却总感觉差点味道。今日高兴，李白作诗一首，共邀诸位品鉴。好啊，快拿笔来！太好了，今日又能一睹太白兄风采了。很快，笔墨纸砚都已备好，李白一边提笔，一边在脑海中思索起来。可糟就糟在，之前明明背得很熟的诗句，现在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哎呀，定是那后世之酒太烈，我那背下来的诗句，此时竟然全然忘却。此时，李白的脸色越来越尴尬，他万万没想到，就把人都叫来了，自己本来想装个大的，没想到却屙了坨大的。不过好在，李白毕竟是李白，作诗对他来说一点都不难。窗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父亲因为想吃肉，扛着3岁女儿出了门。黄昏时，他竟真带回半扇羊肉。到了晚上，院子就飘出阵阵肉香。爹，这肉哪来的？拿你妹妹换的，快吃吧。爹，村子不是都没粮食吗？怎么家家都吃羊肉呀？别问了，快吃。原来这是公元381年的东晋，因为连年灾害，村里出现一种奇怪现象，那就是每天天不亮，就有很多人扛着小孩在村里转悠，他们挨家挨户敲着门，好像在密谋着什么。刘大，你媳妇跟你儿子呢？在屋里呢。你看你都快饿死了，我拿我儿子换你老婆，或是换你儿子，换了你就能吃饱了。快点，我儿子才7岁省柴火，你那儿子都18了，你赚大了。
好你个张二，你怀里可是你亲生儿子，你全家都让你换完了，你还有人性吗？你装什么装？都快饿死了，你跟我说什么人性？再说了，村里就我一个人换了吗？你给我滚！好，我看你能撑几天，到时你全家饿死了，我再来替你们收尸。哼！就这样，刘大怒视着对方离去，深深叹了口气。对方说的没错，照这么下去，他们一家怕是撑不了2天了。爹没本事，爹不能让你吃饱饭。那张二走时说要等着我们死呢。咱不如提早吊死，等到过2天张二寻来，满屋臭气熏死他，他还能被我们下得了嘴不成？想到这里，在这万念俱灰下，刘大拿出了一条绳子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系统小杨出现了。你们好，你们愿意到后室上班吗？什么？原来，在现代的世界里，有这样一家景区，这里的演员 NPC 都是从古代穿越而来。他们早上到这里上班，下班之后再传回古代。就比如这个正在舞剑的男人，其实真实身份是诗仙李太白。好酒啊，好烈的酒！今朝有酒今朝醉。太帅了，妈呀，这简直可以出道了。是啊，这个气质太吸引人了。哎呦，这咋还坐下不动了？他那这样子是喝醉了吧？哈哈，原来李白酒量也不行啊！就这样，第一天上班的李白架不住现代工业酒的威力，竟当场醉倒了。于是到了第2天，众人一来到景区，秦瑶就把他带到了超市。昨天都怪我，那酒58度，你喝了肯定醉。你把酒葫芦给我，我今天给你装点别的。其实早在昨天下班后，秦瑶就开车去了市区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了给李白买酒。因此，当各色酒水摆在他面前时，李白整个人眼都花了。秦总，你说这些都是酒？对呀，这里有米酒、黄酒，还有啤酒、红酒，不过度数都不高，你尝尝看要哪个？很快，李白把所有酒试了一遍，最终他选择了黄酒。只不过，当他拿着酒葫芦从超市出去时，秦瑶总觉得他摇摇晃晃的。哎呀，糟了，这么多酒混在一起，看样子这又迷糊了。总之，别像昨天不省人事就好。在这之后，景区照例开门了，跟秦瑶预想一样，因为昨天李白的视频在网上爆火，所以今天一开门，最先来的就是一群女孩子。她们在超市买水时，还在叽叽喳喳聊天。这个李白好帅的，比漫展上帅多了。对呀，我昨天来晚了，本来想拍照的，结果他喝醉了。对了，你们带汉服了吗？等下可以合影哟。带了，咱们赶紧过去吧。看来这李白真受欢迎啊，这要拍照收费不得赚疯了。就这样，随着景区里上人 ，NPC 们都忙碌起来。李白在舞剑，魏忠贤在哄小孩，锦衣卫有的巡逻，有的在表演对打。至于赵光义，正在拉着驴车狂奔。老朱，是老赵的驴呢，怎么自己拉起车来了？哈哈，秦总有所不知，我说他赶驴车全靠驴，他还不服气呢。刚才有个游客给了咱10块钱，他就非要和咱打赌，说自己没驴也能拉。哎呀，就为了10块钱，还带这么玩的？行了，赶紧让他停下吧。秦总，让他拉呗，咱还没说完呢。我们本来是说笑的，谁知车上的游客来劲了，说老赵要赢了，就给他2000块钱，他这才拉得这么卖力呢。听到这儿，秦瑶这才明白过来，赵光义好歹是一个皇帝，怎么会跟驴抢活呢？搞了半天，原来是为了2000块钱。可是他拿的钱没用啊，买的东西又带不回去。秦总有所不知，这钱虽带不回去，可是能买手机呀。老赵打听清楚了，便宜手机也就1000块，到时他买2台，我1台他1台，然后再连下咱们景区的那个什么叫什么来着？你说的是 WiFi 吧？对，就是 WiFi。下班我们不带回去，就留在景区里，只在中午吃饭的时候看看。秦总放心，不会耽误工作的。哈哈，哎呀，这个也怪我。现在景区生意好了，1台手机还是能配得起的。这样吧，我出去一趟，给大家伙1人配1台。说完这话，秦瑶就转身离开了。到了吃午饭的时候，他果然抱着一堆盒子出现在众人面前。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，之前是我忘了，现在才反应过来，这有些东西它虽然带不回去，但不代表咱在景区不能用啊。所以啊，我给大家1个人买了1台手机，以后大家上班时候用，下班了就放在景区里，想知道啥自己直接上网查资料。听到这话，所有人都震惊了，卢元正2人甚至热泪盈眶起来。老朱因为提前知道，所以还算淡定，可赵光义就不一样了。他本来以为这手机是专门给他买的，毕竟刚刚他真的从游客手里赚了2000块钱。好啊，你个猪虫吧！我说呢，这拉车钱你还低3下4求我给你买1个，拉完车转眼居然就扬巴起来了。原来你早就知道。哎呀，那不是你自己愿意拉的吗？跟我有啥关系？再说了，你现在不也得了2000块钱吗？猪虫吧，你大爷的！明明是你撺掇我的，我跟你拼了！说着，赵光义下意识地往前走了一步，可下一秒，老朱直接跑出院子，一下就跳在驴车上，紧接着他一脚踹在驴屁股上，那毛驴就往前窜了出去。猪虫吧，你给我停下来，把我的驴车还我！嘿嘿，跟咱斗，你还嫩了点。就这样到了下午时间，秦瑶没在超市一直待着，她把超市门打开，开启了无人售货。游客买东西的话，自己扫码自己结账，而空闲下来的秦瑶则在景区溜达起来。看来大家都挺自觉的，有了手机也没人玩。
秦总，我们都说好了，上班的时候谁也不能带手机，就只在吃饭和下班后看一看。很快，景区下班了。就拿老朱来说，以往这时候他早就第一个回去了，但今天游客们一走完，他就抱手机看了起来。哎呀，仙仙，这个字怎么打？仙仙，这 WiFi 密码怎么连？仙仙，我这手机怎么不亮了？得亏老喜会用电脑，还能替我分担一些。不过这样看来，大家为了玩手机，都一个个不想回去了。虽然下班了，大家都想多玩会手机，可系统这边却不惯着。只见片刻后，光芒一闪，所有人就消失了，而手机也顺势掉了一地。与此同时，回到大明的老朱也是懊悔不已，因为景区的生意好了，面包、牛奶之类的东西，他每天都能淘到不少。但今天因为玩手机，他的东西竟没带回来。哎呀，算了，这些零食放一天也不会坏，就是可惜咱的妹子跟边了，今天是吃不上面包了。还有咱那一箱八宝粥。老朱还在这儿惋惜那些零食呢，而崇祯朝这边，魏忠贤一回来，崇祯就把一个名单递给他，因为最近崇祯开始对百官们下手了。魏爱卿，你快看看，这次咱们收拾谁？最近这整顿了朝堂，国库也越发充盈了，咱们可不能停下。与此同时，在现代时空里，秦瑶刚打算休息呢，突然随着华光一闪，系统小羊又出现了。这次选的景区岗位是清洁工，而开头的大刘那一家正好被选中了。于是，在第二天，他们一家人饥肠辘辘地出现在景区内。在古代，女人是不可以吃的，只有在魏晋南北朝才被允许端上餐桌。此时他们有个名字叫不现羊，意思是味道比羊肉还滑嫩。伙计，给我来半斤的不现羊。不现羊卖完了，有和骨烂要吗？算了，和骨烂太贵了，我要饶把火吧。好嘞。原来在这个时期，不止女人，所有汉人都被当成了食物，还统称为和骨烂，男人称为饶把火。在胡人的入侵下，他们男的蒸，女的炒，老的小的做烧烤，以至于整个中原文明都差点亡族灭种。但就在这个时期，有这样一家三口，竟突然出现在一家现代景区内。秦总，这儿有3个人。哦，应该是新来的，咋回事啊？他们刚来就躺地上，看样子快不行了。秦总，我看他们是饿的。是吗？老外，你赶紧去超市拿点吃的过来。等等，拿八宝粥就行，再拿点软面包。哎，奴才明白。很快，魏忠贤从超市回来了，或许是求生的本能。当八宝粥喂到嘴边时，本来奄奄一息的3人都大口大口吞咽起来。少喂着，胃饿小了，吃太多会胀死的。秦总，他们是哪个朝代的？怎么饿成这样？魏晋南北朝，五胡乱华那时候来的。此话一出，大家顿时清楚了。要知道，在当时，胡人打仗都不带军粮的，而是把俘虏来的汉女圈养起来食用。在这种黑暗的背景下，可想而知百姓的日子有多艰难。刘大叩谢仙人救命之恩。快起来，这儿没什么仙人，你们应该知道的。老外，再给他们点面包，但别吃太多了。就这样，吃过东西没一会儿，3人状态明显好了很多。秦瑶照例把资料递过去，给3人解释了起来。这里是景区，这些资料你们先看看。现在距离你们的时代大概有1600、700年。我是景区的负责人，你们喊我秦总就行。其实，在古代，读书一直是上层阶级的专属。不过好在刘大媳妇是官宦出身，学问不深，但读写还是没问题的。所以一看完资料，秦瑶就带着他们进了景区。你们的工作可能会有点埋汰，就是不太干净。不过都是景区一份子，你们既然来了景区，就没人看不起你们。无爱的秦总能活下来，我们已是感恩戴德了。其实对于刘大一家来说，他们的想法远没其他人那么复杂。他们不像朱元璋一样对现代作物那样渴望，也不像赵光义一样把买汽车当成信念。他们一家只想活下来。你们的工作主要是景区的卫生，垃圾什么的要及时清扫，这叫垃圾桶。还有这些吃的，你们先带着，记住别一次吃太多了。在这之后，秦瑶还把他们带到了厕所，从水龙头到蹲坑，从洗手池到小便池，秦瑶都给他们讲解了。哎呀，这上厕所的地方居然这么干净明亮，要我说这皇帝的皇宫也不一定比这里好啊。一切齐备，一家3口算是上岗了。秦瑶还是不放心，就叮嘱魏忠贤多照料着点儿。另外，今天景区的生意依旧不错，除了一切照旧外，老朱好像还掌握了新技能。华府六八百里，曾是怪为扶老弟。唱的真不错，这我必须施舍点。对呀，我这也有零钱。老朱，没想到你还会这个呀！嘿嘿，这是咱刚学的，咱下班以后就出宫要饭，是个老乞丐教咱的。不错不错，你唱这个游客也高兴，不仅你能多投点钱，咱们景区也能多个表演了。很快到了中午吃饭时间，当大刘一家得知对面的乞丐是皇帝时，他们可谓是坐立不安，甚至都要准备站起来磕头了。坐下吃饭吧，到了景区大家都一样，咱现在就是个要饭的，还有那个皇帝，还不是拉驴车吗？你们安心工作就好，这顿饭你们多吃点，只是下班回去以后就要多加小心了。
你们本来都要饿死了，时间短还好，过几天面色红润了，回去多半被人怀疑。你们村里既然都一子而食了，哪怕是做出什么来都有可能。听到这话，众人才恍然大悟。是啊，在那个人吃人的朝代，全村人都饿死了，大刘一家却活得好好的，到时难免会被村民怀疑。毕竟人性在生存面前是经不起任何考验的。依我看，你们不如找个地方藏着，夜里下班就藏起来，等到发工资有了钱，买点能自保的东西。对呀，倒是真有人意图不轨，你们就来一个杀一个，反正你们吃饱有力气，总比那些快饿死的人厉害。不如吃晚饭趁着没上班，我二人教你们些杀人本事，保证有用。就这样，众人你一言我一语，纷纷给大刘一家出主意。总结下来就是，目前就先苟着，到时身体恢复了就不怕了。行了，大刘一家的事先这样，接下来我还有件好事要宣布。其实早在昨晚，秦瑶选中大刘一家后，系统小杨就告诉他，可以任命一个 NPC 做人事经理，协助一起管理景区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有人要升官了。因此，当秦瑶这话一出来，大家眼睛都瞪大了。秦总，这个人事经理是个什么要求啊？既然是人事，那肯定是管人的了。秦总，你看咱开国皇帝管人，那是手到擒来。说这话时，老朱脸上写满了傲然，赵光义也不例外，也毛遂自荐起来。至于其他人，也都有点蠢蠢欲动的感觉。然而秦瑶微微一笑，随后又开口道：“不瞒大家，其实这个岗位我已经有人选了，老外，这个名额给你了。”听着秦瑶的话，其他人先不说，魏忠贤自己都震惊了。毕竟要说身份，这眼前就有2位皇帝。至于才华，李白那也是不遑多让，所以魏忠贤压根儿没想过这好事能落到自己头上。是这样啊，这个人事经理其实也没太大职责，就是约束性小点，主要是给我打下手。比如说景区来新人了，负责解惑接待，还有安排工作什么的。秦瑶这么一说，大家顿时明白了。毕竟魏忠贤做的事情，大家都看在眼里。要知道，自打他来景区那天开始，他其实就在做这工作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！这样的话，那倒是没人比魏公公合适了。秦总，老奴一定会好好工作的。老奴定为景区鞠躬尽瘁，老奴就算是死，都死在工作岗位上。大可不必啊！你要是死在景区，怪吓人的。这话一说出来，众人不由得笑了。虽然自己经理没当上，但大家还是挺高兴的，甚至有点兴奋。尤其是朱元璋，毕竟魏忠贤好歹是大名的人。然而，就在这一片祥和中，李白却好奇地问了一个问题：秦总，那这升职俸禄还是270吗？不是，工资加200。既然是升职，肯定和工资是挂钩的呀。升职不加薪怎么可能呢？秦瑶这话一出来，下一刻就炸锅了。至于魏忠贤本人，更是愣在了原地。老朱还好，赵光义和其他人却急了。秦总，你就不再考虑下我吗？秦总，这人事管理就没点才华要求吗？老魏，你工作能干好吗？要不跟我换呗？哎，算了，好歹是自己人，都是为我大明江山，200就200吧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这除了加工资，身为管理层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在咱们景区有自己的宿舍了。秦总，这宿舍是干啥的？这宿舍呀，就是下班可以自己选择要不要回到自己的朝代，要是不想回去，就在宿舍住呗。秦瑶话音一落，顿时轰隆一声，一声响雷在众人耳边炸开。不用回去了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于老朱而言，时间充裕了，可以学更多知识；于赵光义而言，手机可以唱完了；于老喜而言，电脑能学得更快。于是，这得了眼红病的众人顿时把秦瑶围了起来。秦总，真不考虑一下才华的吗？秦总，12时辰的售票处是有必要的。秦总他大门看得不如我，激动坏了吧？是啊，太祖爷，如此一来，奴才更能为陛下分忧了。好啊，千岁爷，你看咱大明难啊，尤其是咱这个开国皇帝，咱大明现在是百废待兴。千岁爷，咱求你了，你就跟秦总说你不干了，把这住宿舍的机会让给咱行吗？皇帝为了吃一口热饭，在城门口做起了乞丐，而他每次乞讨时，除了带4个儿子，还要带着把破琴。华府600里，曾是怪为父老妻。其实这个皇帝不是别人，正是洪武大帝朱元璋。他之所以带着儿子们乞讨，纯粹是为了那后世的工作。不行啊，景区最近来这么多新人，就连这位忠贤都升官了，咱也得提前准备了。愣着干啥？都给咱哭！原来就在今天，魏忠贤成了景区的人事经理，他的工资不仅涨到了470，而且还有了自己的宿舍。这也意味着下班他不用回古代了，可以留在宿舍里过夜。然而朱元璋这还没羡慕过来，秦瑶就又公布了一件事：杨正义和张千温，你俩认识吗？认识，我们都是同乡，一起进的安西军。是这样，城门的岗位要增加，我没从别的朝代选，直接在你们安西军点了2个名字，明天他们就可以跟你们来上班了。秦总，这是真的吗？当然了，你俩下班回去以后，跟他们好好交代下，明天直接过来就行。看着眼前这一幕，大家为卢元正2人开心的同时，却也各自有了其他心思。毕竟在景区里，谁都希望自己朝代的人能多一些。对了，老魏，你今天住宿舍吗？你要住的话，我带你去看看，顺便收拾收拾。秦总，今天就算了，这人事经理的事，我想先回去禀告陛下。就这样，吃过饭后，大家都照例开始上班了。而秦瑶这边也不闲着，他掏出手机，想给老魏买点生活用品。可选着选着，一个大号创可贴突然出现在屏幕
上。这东西不知道老魏用不用得着啊？毕竟老魏这身份应该挺需要这个的。不过这种隐私的事，我也不好意思说啊。其实对此秦瑶有点多虑了，因为在明朝时，公公们只是小径，相比清朝的大径，他们相对更完整，所以身上并没什么味道。要不然崇祯也不会跟他天天同榻而眠啊。什么？这可是真的！魏爱卿，你不仅升官了，工资还多了200。是啊，陛下，老奴要是住在宿舍，手机也能畅玩了。届时陛下想知道啥，老奴就在网上查资料背下来。哦，爱卿，这住宿舍是好事，可朕该怎么办啊？朕都习惯跟你和承恩睡了，如今这少了你，岂不是要让朕孤枕难眠啊？陛下，那老奴就隔1日回来一次。也只能这样了。与此同时，在大明洪武的时空里，朱元璋已经带着儿子们出了宫，他们在城门口坐成一排，练习着乞讨的技能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丐帮在集会呢。另一边，老喜一回到大秦，就马不停蹄地开始赶路，他顾不上欣赏夜色，只想快点赶到咸阳，向始皇帝报告这后世的见闻。而在大唐的时空里，郭昕也知道了景区家人的事。本将说什么来着？你们好好听秦总的话，秦总不会亏待咱们的。这不，咱们安西军在这后世景区里，除了你2人，又多了2人。是啊，将军，这样的话，咱们每月工资就有1000多了，能买的东西也就更多了。是啊，你2人辛苦了，多亏了你们啊。其实对于景区李家人，大家都是比较期待的，毕竟人多了，景区生意才能更好。但非要说例外的话，那回到宋朝的赵光义还真有自己的想法。哥哥，你可千万别来啊！算是弟弟求你了，那景区是真没啥意思。你看我在那也就落得个赶车的活，总之那哪儿都不好，你别来就对了。就这样，赵光义对着赵匡胤的牌位念叨了半天，或许是心理作用，临走前他终于舒心了一些。然而，刚回到东晋的大刘一家，就没他这么惬意了。刘大在家吗？快开门啊！他爹听着像是张二。小声点，别说话。哈哈，叫你换你不换，死的可真快呀！得亏我今天来看看，还能落得个新鲜。这下好了，一家3口全便宜我了，这煮熟晾干，又能吃上不少时日。此时因为天色已晚，所以屋内一片昏暗。张二一边笑着一边推门，没曾想门刚打开，迎面就出现一个黑影，下一秒。这一棍子结结实实的落在张二头上，等他稍微恢复点意识，才发现自己被绑了起来。然而因为伤得太重，他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他爹，咱们杀人了！他该死，他想吃咱们，咱只是为了保全自己。秦总说了，让咱们注意安全，全虚全伪呢。对，那咱们现在怎么办？别，咱们不跑，如今咱们吃饱喝足了，还怕别人欺负不成？我看直接把他丢在外面，管他能如何。虎儿说的对，外面都是人吃人，去哪都遭人惦记，我们就老老实实待着，待景区发工资，我再求秦总为咱们买些防身的物件，届时谁也不敢招惹我们。就这样，到了半夜，2人将张二抬了出去，丢在了野草边。第二天一早，刘虎走出屋子，爬上那光秃秃的房顶，冲着远处望去，只是一眼，他就麻溜的跳下来了。别，张二没了，就剩个头了，被人拖走吃了。也好，这小子一肚子坏水，死了也好。孩儿他娘，咱们收拾收拾，马上该上班了，咱可不能太埋汰，再给秦总添麻烦。很快，上班的时间到了，随着一道道华光闪过，众人接连出现了。而大刘一家刚露面，秦瑶就迎了上去。来了呀，快，这是包子和豆浆，赶紧吃点东西吧。老喜你也来吃点。其实景区本是不管早饭的，大家也是吃过饭来的，只不过这4人，大刘一家是吃不饱，老喜是餐风露宿的，所以秦瑶才上心了一点。秦总，这吃食甚是美味，不知是如何做的？这要在大秦开这样的食铺，定然能养活一家老小。你要感兴趣的话，可以上网搜搜啊，不复杂的。你要真弄回秦朝，还能丰富你们的食谱呢。秦总说的是，秦总说的是。老喜虽这样说，可他却没这个打算，因为老喜已经知道，相比美味的食物，大秦更需要的是什么？因为成天守着电脑，所以他对现代世界的了解可以说是众人中最多的。要说唯一困扰他的，就是电脑总会弹出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。很快吃完饭后，大家该上班的都上班了。秦瑶发现只有老赵一直在仓库里磨蹭着，好像是有什么话想说。老赵，这平时你第一个出去，今天怎么不去热驴了？嘿嘿，秦总，你不是说了吗？这车得热车才能达到更好的工作状态。我这是为了以后买车培养下习惯。其实我是。此刻老赵还吞吞吐吐没开口呢，突然秦瑶想起一件事来，旋即他就从兜里掏出一叠钞票。对了，上次那2000块钱还在我这儿呢。秦总，不是这个，这钱还是你替我保管吧，这我也带不回去。也是，不过一直放着也不行啊。你有没有想买的？虽然买的东西带不走，但也别浪费啊。秦总，我也不知道买啥，要不你帮我想想。这样吧，车是买不了，不过小电驴还是没问题的，我给你弄一台，不用加油，直接在景区充电就行。就这样，确定好要买电瓶车，老赵开开心心走了。只不过临出门时，他又停下了脚步。不对呀，我找秦总干啥来着？算了，下次想起来再说吧，应该不是啥要紧事。一上午，景区的生意照旧。至于安西军的新人，有刘元正他们带着，还有魏忠贤来接待，倒也不用秦瑶费劲。于是他就溜达到售票处来了。好家伙，
土汽油的制作方法。老喜，你怎么搜起这个来了？秦总是这样的，这段时间每晚我都在赶路。见过这后世的交通工具后，我觉得大秦的出行太不便利了，所以我就想着搜下汽车的原理，看大秦能不能造汽油。哎呦，别人手机都没玩明白呢，你这就玩上工业化了。不过呀，就算你学会制造汽油，可原油你上哪弄去？又怎么开采呢？秦总，那依你之见怎么办？这样吧，你搜下蒸汽机，这东西原理简单，而且烧煤就行。下点功夫的话，我看秦朝做出来也不难。就这样，老喜开始搜怎么做蒸汽机了。而空闲下来的秦瑶打算先去趟城里帮老赵买电瓶车。然而，当他把电瓶车买回来，再次回到景区时，却撞见惊人的一幕。只见李白被一群人围着，像是遇到了什么困难。他只在墙角撒了泡尿，就让整面墙价值千金，不仅全城富商争相购买，更是引得宰相之女垂青。哎呀，这刚粉刷的墙壁怎能随便涂写呢？还有这尿迹，这成何体统？老和尚不要慌，这面墙我买了，能不能在上面加上我名字？不错不错，还是给我吧，我出200两怎么样？此刻老和尚惊呆了，他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一面涂满墨迹的墙壁怎会让众人如此争抢？更何况上面还有一大片尿渍。1000两，1000两白银，这面墙我要了。老和尚，你不知道吧？这墙上的诗句是诗仙李白所题。昨夜他和好友在此游玩，酒过3巡，才提笔写下了这2元银。完事顺便还做了个记号。听闻老和尚终于明白过来，至于面前豪掷千金的女子，其实是前朝宰相之女宗玉，也因为此事，她成了李白的第2位妻子。然而，作为大唐第1渣男，李白虽然喜欢对方，但对于心怀诗和远方的诗仙来说，女人只是他人生中的过客。所以，当28岁的李白穿越时空，在一家现代景区打工后，他的桃花运依旧不减。咋回事？这么多人围着干啥呢？秦总，我听说李白注册了个什么软件，这些人都在加他好友呢。别急别急，我每一个都加你们。不是啊，这谁教他的？咱不知道啊。我看啊，总有人跟他有联系方式，肯定是哪个女游客教的。秦总，这软件说什么是能传信，能不能也给我们弄一个？行，中午给你们搞。不过上班的时候你们尽量别玩，扣工资就不好了。很快到了中午吃饭时间，除了值班的，大家又聚在了一起。见李白来了，秦瑶急忙凑了上去。听说好多人跟你有联系方式，加了多少游客呀？多多不多，秦总你看。听闻，秦瑶接过李白手机一看，当场不知说什么才好了。只见那聊天软件里足足有100多好友，最关键的是还全是女的。不错不错，谁给你注册的呀？是这样，秦总，最近这几天每天都有位女游客来寻我，总跟我提聊天软件的事，我就让她帮我弄了。你看这个不用打字，摁住直接说话就行。此刻李白话音刚落，他的手机就响了起来，旋即秦瑶看了一眼对话框，这一看可把他惊呆了。小哥哥你好帅啊，可以约你出去吗？对了，我家的果会到里。小哥哥，有女朋友吗？你别上班了，宝贝，我养你。因为信息太多，李白回不过来，所以征得他同意后，秦瑶把手机静音了。然而还不等他把手机递回去，李白又兴致勃勃的道：对了，秦总，他们还叫我拉了个群，现在里边有好多人呢。他们说还有什么小姐妹也很想认识我，可以把他们也拉进群里。哎呦，你不说我还真没注意，居然有500多人。不是，你弄这么多人干啥呀？该不会想找个媳妇吧？秦总说笑了，在下并无此等打算。李白觉得，既然我邀他们来景区玩耍，这门票他们总得买吧，这样也算替秦总分忧了。听着李白的话，秦瑶看了眼群里的聊天记录，还真是这么回事。大家都说要帮李白冲业绩，有个叫牡丹韵味的，还一口气买了100张门票，说要帮李白应援。哎呀呀，太白兄，真是辛苦你了呀！别的不说了，下次有提干的机会，我一定优先考虑你。秦总客气了，都是应该的。对了，来，你们都把手机拿出来，我给你们也注册，你们也加游客，也一起拉群。就这样，秦瑶帮众人注册好软件，又简单讲解了使用方法。然而大家都听得很认真，赵光义却心不在焉。秦总，我知道怎么用了，那个电瓶车，我能不能去看看？哦，就在外面，这是钥匙，你先去看看吧。此时，赵光义跑去试车了，其他人则是在玩聊天软件。只有老喜一边看手机，嘴里还在嘟囔着什么。螺杆进气，还有进水阀门。老喜，你是在看蒸汽机吧？怪我忘了跟你说了，蒸汽机得有液体技术才行。你们大秦还用铜的吧？用来打造蒸汽机，怕是不太行。这样啊，无妨的，秦总，我搜下涂发液体的法子。此时，他们2人的对话被众人听了过去，大家纷纷看过来，一个个瞪大眼睛。秦总，这冶铁在网上也能搜到吗？可以的。秦总，啥是蒸汽机啊？哦，这个蒸汽机啊，就是汽车发动机之前的驱动方式。秦总，学会这个，我们大唐能造出来吗？当然可以了。秦瑶的话刚说完，大家一个个都在手机上搜索起来。只不过，蒸汽机毕竟是工业产品，结构和原理都比较复杂，所以一时之间大家也看不出个所以来。你们听好了，这步骤太多，咱们一人背一段，回去了呈给陛下，再由陛下来定夺。不得不说，遇到这种情况，人数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。相较于朱元璋，他们背得更快，至于其他人，也都熙熙攘攘地背诵起来。老朱，你咋不背了？哎呀，咱就一个人，哪背得过呀？没事，慢慢来，等以后有钱了，我想想办法，看能不能直接带书回去。秦总说的是这个道理。
此时见大家都在忙，秦瑶想起赵光义了，毕竟这2个轮子的东西还是得需要练习的。然而当秦瑶跑出去一看，他发现完全多虑了。秦总，这电瓶车太快了，真好玩了，慢点儿，别摔倒了。哎呀，这不是天赋是啥？车神果然是车神。秦总，帮我充下电吧，别把它饿着了。好好好，交给我就行了，你安心上班吧。不过人家都在研究蒸汽机了，你不打算学吗？秦总，啥是蒸汽机呀？怎么说呢？就是烧柴火就能跑的东西。吃过饭后，下午景区的生意依旧。要说唯一不同的地方，那就是李白那了。好酒啊，好烈的酒。今朝有酒今朝醉。我去，这全是小姐姐，真让人羡慕啊！不过呀，要是李白能多拉几个群，那景区的生意就不愁了。唯一不好的地方，只是苦了李白了。毕竟我看这里边也不全是小姐姐。想到这里，秦瑶怕李白辛苦，就转身去了超市。什么白的皮的，他拎了一袋子，毕竟李白就好这一口。然而他刚把酒送过去，就有人不乐意了。哼，白哥哥，你们景区不行啊，就给你喝这个，连台子都没有。就是白哥哥喝红的吧，还能养颜呢。对对对，白哥哥咱不喝这个，姐姐明天给你带点好的。不爱的，什么酒都行，不用破费了。白哥哥真好，白哥哥真随和啊。妈呀，如此看来，我是多余送过来的。就这样，下午时间过得飞快，到了下班点儿，大家玩了会儿手机，就一一回去了。只不过今天景区还多了一个人，那就是魏忠贤。老外，东西我都准备好了，牙膏、牙刷、生活用品都有，你缺什么跟我说，或你自己去超市拿也行。安顿好魏忠贤，秦瑶就回自己宿舍去了。2人住的地方不远，有什么事也方便点。然而回到宿舍的秦瑶屁股还没坐热呢，魏忠贤就端着盆热水过来了。老外，你端着盆干啥呀？嘿嘿，秦总，老奴伺候您洗脚吧。不用不用，这不至于啊，你就好好休息就行。秦总，老奴伺候人习惯了，您要让我歇着，我浑身自挠呢。哦，这样啊。不过我现在正忙呢，你还不知道吧？这不是大学要开学了吗？现在淘宝开学送好运了，不仅能生成专属开学美照，还有好运大礼包。快点击左下方链接，上淘宝搜开学好运卡，集齐5张赢100万开学补给，还有超多开学好物，低至2元3件，快去试试吧。面对魏忠贤的这个理由，秦瑶一时竟不知该如何，但最终他还是没让老魏给自己洗脚。先不说别的，光是老魏这个外形，他首先就接受不了。于是老魏离开后，秦瑶终于打算睡觉了。然而他刚坐下，系统小杨就冒了出来。小杨，啥情况？是不是又可以选新人了？不是哦，为了让景区继续发展，这边会给出节目目录，你可以选一个节目，让 NPC 们表演，填补景区文化，丰富景区娱乐。第一次见面就睡一张床，这是古代婚姻的真实写照。然而男人偏偏不信邪，兄长离世第2天，他就强行霸占了兄嫂，不仅和他在大庭广众下比武，还让一旁的画师画了下来。快，把这美岸的英姿画下来，好流传后世。好你个小蹄子，今天让你尝尝朕这金枪的厉害。原来这个喜欢自拍的男人是宋朝第2位皇帝赵光义。据野史流传，他因觊觎兄长的皇位，在午夜用斧将其砍杀，这才继承了大统。烛影斧声又如何？金贵之盟又怎样？这万里江山还不是我赵二的。然而野史归野史，在现实中，赵光义登基第2年，他竟然意外穿越了。在一家现代景区里，他跟明朝的朱元璋还有唐朝李白等人一起成了这家景区的演员 NPC。他们白天在景区里上班，下班再传回自己的朝代，直到这天。秦总，东西我都带来了，你看，这是我当王爷时的衣服，还有这个屏风，你看看合适吗？哦，不错不错。对了，秦总，你昨天说要给我涨100块工资，是不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我骗你干啥？这话一出，大家都愣住了。毕竟景区的工资才270，这一下就加了快半个月的，搁谁都好奇。大家别紧张，是这样的，我打算排个节目表演给游客们看。老赵演了个角色，除了拉驴车，等于是又加了份工作，所以才给他加工资的。秦瑶这么一说，大家都明白了。只不过涨工资这种事，说不眼红是假的。因此知道原委后，大家都毛遂自荐起来。嘿嘿，秦总，这节目咱也能演啊！你看这乞丐，咱演得多好。是啊，秦总，那些女孩们都说我很像偶像剧男主，想来也可一试。大家别急，这以后肯定还有机会的。到时根据节目的内容，每个人都是有机会的。对了，秦总，你还没跟我说呢，这是个什么节目？我要演什么？这个呀，其实很简单，你演你自己。我自己。秦总能不能说明白点？咱们这个节目你知道的，就叫烛影斧声。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。来景区时，大家都是看过资料的，甭管是谁的底细，那都是一清二楚。到了赵光义这儿，除了高粱和车神的典故，那就是这烛影斧声了。你们别笑了，那是有人造谣。我说多少遍了，我兄长是暴毙而亡。好了，这个不重要，咱们这节目又不是纪实的，就是给游客找个乐子，这都是野史嘛，没人会当真的。经秦瑶这么一劝，赵光义脸色终于好了些，毕竟挣钱嘛，不寒碜，而且他还想着买车呢，不努力怎么行？
行吧，秦总，反正就是演戏而已。不过这谁演我哥哥啊？还是我一人分饰两角？不用，你演你自己就行了。你搭档有了，就是你哥赵匡胤。我估摸着老魏这回已经接上他了。什么？秦总，你说我哥来了？此刻赵光义整个人愣住了，毕竟在那史料中他的名声可不好，要是让哥哥赵匡胤知道了，指不定怎么收拾他呢。朕乃大宋皇帝赵匡胤，初到景区，不知您是哪位？怠慢了，我是景区的人事经理魏忠贤。宋皇别急，这些东西你先看看。就这样，在仓库边的办公室里，赵匡胤翻看起了资料，从自己的生平到景区的种种，有了魏忠贤的讲解，他很快明白了过来。然而，当他们兄弟二人相见时，场面却逐渐失控起来。靖王见了朕为何不语？还是你天生不爱说话？你是何人？为何穿我大宋龙袍？不过看你这样子，应是我大宋后世之君。不错不错，嘿嘿。此刻，赵光义用欣赏的眼神，一边上下打量赵匡胤，一边向驴车悄悄踱步。这一幕着实把众人看懵了，就连赵光义自己都在怀疑，难道是弟弟没认出自己吗？靖王这是何意？难道不认得哥哥了？哦，什么？你好大的胆子！我二哥英明神武，你竟敢随意冒充！看我取下车上的佩剑，好好教训你！说着，赵光义在众人的惊愕中，一下就跳上了驴车。然而，他并非取什么佩剑，倒是像要准备逃跑。咱知道了，他是要跑。此刻，朱元璋话音刚落，赵光义的脚就踢在了驴肚子上。只见他一脸惊恐，巴不得瞬间逃离。然而，你快跑啊！你这傻驴，你回头看你爹呢！你快给我跑！此时，眼见毛驴不为所动，赵光义急了，他跳了下来，慌不择路地冲外面跑去。不认识我，我让你装！你快给我站住！就这样，赵光义在前面跑，赵匡胤在后面追。只不过这哥哥是武将出身，相比弟弟这个文人，体力明显更好，所以很快赵光义就被追上了。我让你黄袍加身，我让你独领虎生，你当皇帝还不行，还要逼死你侄子高粱和车臣是吧？靖康之耻是吧？今天朕就宰了你！哥啊哥，你别打了，那后边的事跟我也没关系啊。此时，众人也跟了出来，眼见情况越来越失控，秦瑶赶紧叫人去拉架。你们快去啊，快把他们分开！哎呀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太祖长拳吧？果然名不虚传啊！妈呀，合着这100的工资是买命钱啊！不羡慕，咱一点也不羡慕。这样看来，太祖爷还是明事理的，好歹没揍我这么狠。哎呀，宋皇，再打就打死了，这是在景区里，不至于啊，快消消气。你凭什么打我？我哥早就死了，咱俩压根儿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我有我的哥哥，你也有你弟弟。你要是看他不爽，你回去打他。你在这欺负我干啥？赵光义这话一出来，包括赵匡胤在内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毕竟按这么来说，也确实有那么点道理。完了，这赵匡胤回去后，晋王时期的赵光义肯定跑不了。哎呀，这为了自己不挨揍，真是连自己都卖啊！好，算你狠，朕回去就将晋王宰了。你真当杀弟的事咱做不出来？你爱杀不杀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见到赵光义滚刀肉的样子，赵匡胤瞬间怒意升腾，暴怒之下就要挣脱众人上去接着打。不过好在秦瑶这时站了出来。行了，赵匡胤你消消气，放心，既然你来景区了，那很多历史也是有机会改写的。对呀，宋皇你先消消火，这以后机会多呢。秦总冒昧了。就这样，在秦瑶劝解下，这件事终于告一段落。大家跟秦瑶拱了拱手，都各自去上班了。至于表演节目的事情，还是得这哥俩来演。老赵，你也一起去研究下剧本吧。上午就算了，下午就得表演了。秦总，你也不说拦着他，你看他把我打的。哎呀，他这火气这么大，我能拦得了一时，也拦不了一时啊。再说他气也出了，应该不会怎样了。秦总，这工资我不加了，你把我哥送回去行不？实在不行，扣我200也行，要不扣完也行。放肆，你个挨千刀的，你再给我胡说。秦总，2夜扣2月也行啊。在这之后，为了准备下午的表演，秦瑶带着魏忠贤去准备场地了。至于姓赵这哥俩，就留在仓库里排练。只不过不知是不是入戏太深，这一上午仓库里总发出阵阵惨叫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在杀猪呢。二哥，这是假的，你别生气，我没这么干了。假的，我看你这么熟练，绝对就是真的，你给我死！就这样，上午时间过得飞快，趁着这哥俩排练，秦瑶带着大刘一家把表演场地给打扫出来了。唯一的问题是灯光、音乐这些，秦瑶并不太懂。秦总莫慌，这些东西咱们不会，那直接上网学就是。锦衣卫里有几个机灵的，他们若是不行，那开始咱们先凑合点，再不济老奴也一起学。也是，反正也没什么难的，那你就安排2个人，一个负责灯光，一个负责音乐。就这样，转瞬的时间，2名锦衣卫就过来了。中午吃过饭后，秦瑶看了下最终效果，不得不说，整体还是比较震撼的，尤其是赵光义的眼神，完全不像演的。于是，在确认无误后，秦瑶带着魏忠贤来到了广播室。游客朋友，你们好！本景区为了让您玩得舒心愉快，接下来将会在景区东门表演节目《烛影斧声》。本节目为免费节目，将在下午3点半开始。观看节目的朋友，请提前到会场后场